我倒要看看你大汉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神奇。一定不会让太后和昆明失望的。嗯。昆明，天冷了，注意保暖，早点休息。把门关上。喂。西女，西女，西女，太好了，阿依拉，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小事一桩，右夫人，你还有什么吩咐的吗？你记不记得一个叫西女的婢女？西女，是细菌公主的贴身婢女吗？我知道她，可是自从细菌公主病逝之后，她就不见了。有人说她是被细菌公主的灵魂带走了，也有人说她是自杀了。天色不早了，我要先走了。那你自己多保重。哎，这里有一封信，你帮我给怀将军。好，告诉他我在这儿挺好的，不用担心。昆明很快就把我放出去了。好，右夫人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阿依拉，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也送出去吧。好，没问题。那我先走了，你们要好好保重。阿彩，是给班主写的信吗？是啊，总得让班主知道我们过得怎么样嘛。好想他们呀。傻瓜。这些钱，二位大哥拿着买酒喝。哦。他写信给翁归干什么？这草原上的雨季就要到了，记得提醒兄弟们注意保暖，切莫染上风寒。喂。
阿才，今天的妆容一定要精致一些。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了，成败在此一举。解忧，我害怕。怕什么？要是太后不信你，不让你扎针，可怎么办呀？我想办法说服她。若是太后没有被你说服呢？哎呀，你别老说这些丧气的话。你想在这冷宫里住一辈子啊？我当然不想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能出去。那你就别若是若是的了。真忍不住要说你就说。若是这次成功了，昆明接我们回宫，吃点什么好吃的呢？你呀，你就是不知道愁。那要不然呢？你想吃什么好吃的？芙蓉糕，我也想吃。好吧，那我赶紧帮你梳妆，咱们过去吧。这。云谷特拜见昆明，免礼。拜见左夫人、右夫人。姐姐快免礼。快坐吧。你这滑胎刚刚恢复，不要伤了身子。
这都是自家人了，不用这么多礼。两位夫人的新婚大典，云谷特由于滑胎休养都没有前去，还望两位夫人恕罪。姐姐这是哪里的话？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姐姐身体安康要紧。多谢左夫人。我听闻太后近日旧疾复发，已经卧床多日了。云谷特由于滑胎之事，身体欠安，所以也不敢前来打扰。姐姐不必自责，太后宽厚仁爱，怎么会怪罪你呢？倒是姐姐要多注意身体，以后要是再滑胎，那可就麻烦了。听我说，左夫人是匈奴人，话说得直，不太中听，但是也不一定没有道理。你呀，这身子骨也真是不争气，入宫多年，数次滑胎，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怀上龙种，真是让人忧心呐。母后，解忧还要给您施针呢，让解忧上前来。好。太后，这是随我入嫁乌孙的国医易硕，也是我的医师，是他传授我针灸之道。太后不必惊慌，这些都是针灸的器具。来，我先给您把脉。太后可是这只腿疼啊？等一下，我会在你的足三里和三阴交的穴位下针。下针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犹如蚊虫叮咬。不过太后不必惊慌，放松就好。下针之后，其实并无疼痛，不知太后有否感知？果真如此，好像疼痛的感觉减轻了一些。我再下一针。不疼吧？纳和雅在，给我拿杯水来。是。进补的汤药，太后可以继续进补。针灸和服药并不冲突。每天早晚2次针灸，每次针灸我会留针半个时辰，10天为一个疗程。相信3个疗程之后，太后的风湿疼痛定能缓解。我以为貌似试1次就可以了，没想到要60次呀！哼，太后这病不能着急，要缓治，每次针灸都能缓解你的疼痛，持之以恒，一定可以根除。言之有理。纳和雅在，赏。不必赏赐了，太后能让我为你针灸，已经是最大的恩赐。我乌孙虽然是小国，但也是礼仪之邦，赏罚分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应该收下。还不赶快谢恩？谢太后。这是波斯国王去年送我的红玛瑙挂珠，你作为新嫁之妇，带着红玛瑙喜庆。谢太后。解忧啊，从今天开始，你就住回宫里吧。谢太后恩典。起来吧。好了，你们也都各自回寝宫吧，我想休息一下。
莫侯真的好了？还行。哦，那就好。哎呦，怎么了，太后？怎么了？疼，哪儿疼？腹痛难忍。快宣太医！宣太医仙骨入内。莫侯。哎呦，疼！哎呦，臣免礼免礼，快给太后诊病，快！哦。怎么样？回禀昆明，太后乃中了巫术，若3日之内没有解药，恐怕什么？恐怕太后性命难保。太医慎言，针灸乃我大汉医学之瑰宝，岂容你这样诋毁？你还在这胡言，还不向太后谢罪！太后，我早就说过针灸是巫术，没想到你竟然敢谋害太后！一派胡言！都给我闭嘴！太后，太后，母后，皇兄，皇兄，文贵。文贵将军，将军，文贵，你怎么了？仙骨，臣在，快看文贵怎么了？快！皇兄，我在来都城的路上遇到了匈奴兵的伏击，没事儿，各位放心，我还死不了。皇兄，他们连乌孙王族都敢杀，几次三番的想置我于死地，恐怕他们没有什么干不出来的。文贵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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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了？文贵将军气血虚弱，身上有多处伤痕，肩上还有毒箭。从伤口的肤色来看，的确是匈奴军中惯用的毒液。依臣所见，文贵将军已命悬一线。来人，在！快把文贵扶走！你刚才说太后中了巫术，可有解药？有一种叫做松蕨的草药，只产于匈奴国，非常稀少。知道了，下去。喂，马哈子，派人去寻找松蕨草，得草者可封侯爷，赏牛羊1000头。喂。左夫人，在。太后凤体欠安，这几天你在寝宫，就不要乱跑了。喂，我的意思是，不能踏出宫门半步。虎姑遵旨。你们都下去吧。右夫人，你还是回莫大长道吧。
侯爷，怎么样了？他没死。你们到底能干什么呀？求侯爷赐死！别脏了我的家！滚！喂。将军，您贸然率3万大军挺进边关，如何上奏皇上啊？放心吧，皇上已经准奏了。乌孙派出杀将戍边，大元也调遣重兵把关，匈奴更是步步紧逼，虎视眈眈。虽然和亲公主和昆弥已经成婚，但边境的局势依旧紧张。这个时候，皇上也是紧绷着一根弦，不敢有任何的疏忽。此时上奏请兵，挺进边关，皇上自然不会驳回奏请。但愿公主能够福大命大，化险为夷。海将军，回天沙叩见昆弥。想给你们家公主求情啊，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本来我早想把她放回去，可是没想到这次她给太后针灸，使用巫术，害得太后病情加重。如果你真想替她求情的话，别怪我不赦。昆弥，公主一心为太后，不惜拿自己施针，她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加害太后啊？汉朝10万大军现在就集结在玉门关外。如果昆弥执迷不悟，执意要杀公主的话，别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公主一旦出事，10万大军立刻挺进乌孙，后果不言而喻。那我也告诉你，如果真被我查出太后是被你家公主所害，那我会不惜动用全国的兵力，甚至投靠匈奴，结盟大渊，也要把你们这些汉民杀个片甲不留。宋高。都给我出去！喂。夫人切莫烦躁，昆弥也是一时恼怒。你不要再说了。喂。必须拉拢温归，再不拉拢他，就要被他害死了。速速把这封信交给我父王。喂，见过侯爷。侯爷，这是什么意思啊？信，拿来。这
拿来。不要跟左夫人说见到我，明白吗？喂。 第一次在戏班见到殿下的时候，他都没有伤得那么重，也不知道昆明会不会给他找太医诊治，无尊的太医能不能救活他？老天爷，你不会就这么收了他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放过他好不好？你不要这么就收了他，只要你能让他活过来，你就是再下3年的雨，你再下3年的雨我都认了。 我求求你，阿才，你装病出去。装病，你骗过门口的护卫出去。我现在这副模样，昆明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我。你去，你出去看看温归伤得怎么样，去找怀大哥，让他想办法找人给温归救治。啊！ 去找阿依拉，去找阿依拉，让他想办法救温归。阿依拉，快去，快去啊！我现在就去。你怎么来了？来看你啊！你浑身是血的样子，吓死我了！我这还不是为了救你，笨蛋！你才笨呢，差点死在路上，还说救我。放心吧，我死不了，你也还活着呢，我哪舍得自己去死啊？ 还嘴硬，死不悔改。我死了，你舍得吗？不舍得。做梦吧你！阿才，殿下。 你醒了，解忧呢？公主还在木塔长岛，阿才担心你，是装病才跑出来看你的。刚才就你一个人，你还看见谁了？我看见。 来催我命的小鬼了，殿下，你都伤成这样了，还能跟我开玩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听太医说，你这次可严重了，要是一般人肯定扛不住的。这肩上的箭伤最为致命了，幸好太医已经帮你把毒液逼出来了，要是再晚1个时辰，那可就麻烦了。 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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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温归。
这里呢，就是乌孙的黑市集，所有市面上罕见的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得到。少废话，快去找松蕨草。松蕨草，松蕨草，不就为你的公主吗？这边。我是为了乌孙的右夫人。滚多尔，还记得我吗？记得。我的小美人儿，今天要什么？松蕨草。昆弥下令寻找松蕨草，得草者封侯赏地，子女免役。我要是有的话，岂能卖给你？再说，现在松蕨草可是无价之宝。你到底有还是没有？这位呢，是我们大汉的将军怀天杀，他的剑瞬间能杀5个人，人称怀瞬杀。你可千万别跟他耍花招啊！你也见识过我的功夫，我都不敢惹他。你刚才说松蕨草是无价之宝，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性命才是无价之宝。滚多尔，开个价吧。你们要多少？你有多少，我要多少。我倒是有一些，不过这价钱嘛……别废话，开个价吧。100两黄金。100两？不是凤良。这才是我认识的滚多尔。出货。不是凤良，我身上没。怀大人，怎么才20两啊？这是定金，太后如果服用后有效的话，我们会把剩下的钱都补上的。我伯良在道上混了那么久，还能差你的？这买卖没法做，我这么金贵的草药，必须现结。你活腻歪了？要钱还是要命？要命！放心吧，如果是真货，我保证把剩下的都给你。好，回见。是。哎！哎呀！我说你们这黑市可真够黑的啊！这么点破药要100两黄金啊！少说话，快点走，走慢了可不是钱的问题啊！你们这些剑客怎么那么抠啊？奸商！确定是这个吗？正是。愣着干嘛？赶紧熬药去。喂。那海牙，一块儿去。喂。母后，您放心，药一会儿就到。昆弥莫急，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松蕨草，你就放心吧。啊。回禀昆弥，此草药乃匈奴特产，极为稀有，而太后所种的巫术，其实是匈奴的一种毒药，只有极为稀少的松蕨草才可治愈。恕我无礼，有一事一直困扰微臣。既然太后所中的毒出自匈奴，而解药也出自匈奴，那为何还要将右夫人监禁在木塔长道呢？此事孤一定会追查到底。真相未查明之前，不管是右夫人还是左夫人，都脱不了干系。昆弥，难道事已至此，真相还不明了吗？怀大人，此乃我的家事。再说大点儿，这是乌孙的国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大汉使节插手过问了？解忧，解忧，醒醒！解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早晨。见到他了吗？
他怎么样？你放心吧，伤势伤得不轻，但是太医说再细心调理1个月，应该就能恢复了。太好了，我就知道他不会有事的。便昆明喜报，太后服用松蕨草后已经脱离危险了，但凤体尚还虚弱，还需好生调养。御医房的太医确定此毒为匈奴所有，据说在黑市上可以买到。知道了。他们连乌孙王族都敢杀，恐怕他们没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太后中的巫术可有解药？一种叫做松蕨的草药，只产于匈奴国，非常稀少。既然太后所中的毒出自匈奴，而解药也出自匈奴，那为何还要将右夫人监禁在木塔长道？叩见昆弥。知道松蕨草吗？是产自你们匈奴的一种名贵药材，可以治疗一种奇毒。库苏古尔湖湖底有一种毒珊瑚，在酒液中浸泡之后，可以产生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素，7日之内就可以致人身亡。若3日之内不服用解药的话，之后再服也没用。这话听上去耳熟吗？虎姑愚钝，不知昆弥何意。你怎么会愚钝呢？你可是你父亲身边最聪慧的女儿。实话跟你说了吧，太后这次中的就是这种毒，而这毒药和解药都产自你们匈奴，就像这迷香一样，这也是你父亲刚刚给你送来的。昆弥的意思是，太后是被狐姑所害。你以为呢？刚刚昆弥也说了，狐姑聪慧，狐姑怎会用自家的毒来陷害太后？行了，我不想听你说了。来人，把左夫人押去木塔长道，听我发落。昆弥，此事绝非狐姑所为，定是有人想陷害我。是不是陷害，等事情查清楚才知道。此事关乎太后的安危，孤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这段时间，你就在木塔长道好好反思吧。昆弥，夫人，您听说了吗？昨天左夫人好像被护卫押进来了。狐姑，为何？听说她要谋害太后，昆弥已经下令用宫刑责罚他们了。我刚刚听到那边又哭又嚎的，大概是已经用刑了。宫刑？哎，什么是宫刑？哎呀，你就别问了，好可怕的。可是，既然昆弥已经定了左夫人的罪，为何还不放您回宫呢？这次昆弥真的下了狠手，两边各打40大板。谢谢你来告诉我，时候不早了，你快回去吧。那你们保重，我先告辞了。嗯。没想到昆弥这次对狐姑也下了狠手，不过不管怎么样，对我们来说都是件解气的事儿。这个男人心里除了朝政，还有没有一点点爱情？嗯，你说什么解药？啊，没什么。我想见昆弥。你见我到底有什么事求我？
解忧斗胆向昆明提出一个请求，不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给太后针灸，如果这次太后再出事儿，我甘愿被斩首。但如果这次太后有所好转，那就说明我们的针灸不是左夫人和太医说的那样是巫术。你可真够拧的，你非得冒死一试吗？对。母后，感觉如何？真的是好多了。我感觉浑身的气血都通畅，淤积在膝盖处的酸胀好像也没有了。每次针灸都能为你打开体内的血脉，不过一定要坚持数月方能起效。太后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解忧，你和易国医先退下吧，我想先休息休息。那和雅，你去送送他们。喂。母后，真的好了吗？好多了。好。昆明，把解忧接回宫里吧。为何？上次中毒之事，绝非解忧所为。之前怪他在我温补的汤药里下毒，也是证据不足。我隐隐感觉到，可能是冤枉他了。即便没有冤枉，对他的震慑也够了。如果不依不饶，继续惩罚下去，只怕会惊动大汉王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怒大汉，挑起两国纷争。为我这把老骨头，真的是不值得。儿子，你就听母后的吧。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你的新婚之妻呀。母后放心，您说的是，孩儿立刻照办。阿彩，快要下雨了。好像是快了。我还以为乌孙这雨季要过去了呢。听这儿的人说，乌孙的雨季可长了，哪有这么快过去？右夫人留步。多久才能？右夫人，昆明请夫人回宫住。真的？昆明说今晚还要夫人侍寝，请夫人速速回宫准备。这是昆明的意思吗？公主，让他亲自来相告，我在这里等他。公主，快去！公主。叩见昆明。昆明，你曾经跟我说过，以后由你来保护我。可这段时间，解忧经受的种种冤屈，就是你对我的保护吗？对不起。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保护你。我曾经以为我明白了，现在我又困惑了。你是在保护我，还是在保护你自己，或者是保护你的乌孙？保护乌孙就是保护你，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我不明白。就像这乌孙的雨季一样，一开始很难熬，很让人烦闷。你会盼望着晴天，但只要你慢慢习惯，你也就不会这么想。
你甚至会喜欢在这雨里面骑马散心。到那个时候，你在心里面也就不会算计着多久这雨季才会过去。雨水和时间一样，可以把一切都冲淡。总有一天你会想明白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体会，这样你才能把最美的部分留下。跟我回去吧。阿才，解忧，你醒了。昆弥呢？昆弥天刚亮就去早朝了，大概走了有1个时辰了。一会儿给太后请完安，帮我把太医传来。你病了吗？不是给我看病，是给他。太医，这些都是我从大汉带过来的珍稀药材，送给你。要是在乌孙的黑市上买，这些可是天价呢。哎呀，右夫人真是太客气了，无功不受禄，微臣实在是不好意思收下呀。的确是无功不受禄，可太医是大功臣啊，若不是你断出来太后的病需要松蕨草救治，现在她早已驾鹤西去了呢。你说你是不是大功臣？诊断太后中了巫术，实属微臣愚昧，请右夫人恕罪呀。我知道你也是受人指使的，怪不得你。是，不是。太医，落子无悔，覆水难收，这话都说了一半了，另外一半为何要藏起来啊？今日不想说倒也无妨，改日再说也可以。这些药材你先收下，今后还有什么需要，尽可跟我开口。右夫人饶命啊！小的的确是受制于人呐。那你告诉我，是谁指使你说太后中了巫术的？就是太后中毒不是胡姑干的。你想，她那么聪明，怎么可能用匈奴人自己的毒药去毒害太后呢？那会是谁啊？真凶选择我在给太后针灸的时候下毒，绝非偶然。那赫雅在，给我拿杯水。是。我腹痛难忍啊！他是想一箭双雕。太后这次中的毒和解药都产自你们匈奴。胡姑怎会用自家的毒来陷害太后？行了，我不想听你说了。来人，在，把左夫人押去木塔禅道，听候发落。喂，昆明，这个想一箭双雕的人，很可能就是因为新夫人的到来而失宠的乌孙夫人。在众乌孙夫人里面，敢下此狠手的，恐怕只有一位。这个原本用来装香粉的盒子，里面并没有残留的余香，而是有一种奇怪的草腥味儿。昆明，昆明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昆明，昆明。
主，昆明让你回宫了。为何？昆明查出下毒的真凶是云谷特夫人。云谷特，这下好了，公主总算一身清白了。公主，云谷特，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把我害得有多惨。解忧以为，虽然云谷特做错了事，也是情有可原的。他这么做，完全出于他对昆弥的夫妻之爱。所以，昆明能不能大人大量，收回处死之命？右夫人所言极是。解忧给太后请安。孩儿给母后请安。都起来吧。谢太后。我今天来，是为云谷特求情的。虽然他触犯王法，天理难容，但是念及他做了我10几年儿媳妇的份上，死罪就免了吧。昆弥，我乌孙有如此宽宏大量的太后，真是我们的福气。此事以后再议吧。既然太后已经开口了，解忧就不便多说了。解忧先行告退。昆弥啊，下月初10，应该是你的40大寿了吧？母后好记性。按理说你也是40不惑了，怎么办事还这么莽撞？孩儿不明，请母后指点。云谷特是乌孙国叔之女。地位尊贵，即便有错也不能杀，因为她是后宫唯一可以制衡解忧和狐姑的乌孙夫人。更何况，太医刚刚查出她已怀有身孕。真的？人命关天，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这确实是孩儿疏忽。虽然这之前她多次滑胎，但这一次再度怀有身孕。这也是喜事，毕竟是乌孙的大喜事。孩儿这就收回成命。真想不到，那个弱不禁风、病殃殃的乌孙夫人，为了争宠，竟然敢杀太后，真是人心叵测。这只是开始。什么开始啊？雨季。解忧，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我说东你就说西啊？好吧。明天早上让怀将军帮我备马。你要出宫？对啊，我想去看温归殿下。你疯了？你刚刚回宫，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看他呢？要是被昆弥发现了，你和他都会人头不保的。发现什么？发现你去看他呀。我不可以去看他吗？可是大白天去，就算被人撞见了，心中坦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10日前见他，他刚刚死里逃生，现在不知道康复了没有，我放心不下。要不我替你去吧。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是为你好。不，我偏要自己去。好吧。太医第一次到我这儿来，这些饭菜也不知道合不合太医的胃口。哎呦，侯爷真是太客气了，太丰盛了。最近太医照顾太后实在是辛苦，太后无恙，昆弥一定大大赏你了吧？哪里哪里，微臣照顾太后那是分内之事，昆弥没有打赏。没有打赏。那可能是昆弥药物缠身，忽略了。侯爷，您不知道啊，这
这阵子乱得厉害呀。哦，新来的2位夫人陆续被打入冷宫了，接着是乌孙夫人云谷特被打入死牢，后来呀，太后讲情，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我最近观察天象，东方有异彩，朱雀盘绕黑云，化为赤火，焚烧草原，此乃乌孙之凶兆。我曾多次劝昆弥，凡是从东边来的人，一定要严谨对待，可是昆弥不听。恐怕乌孙要遭受天灾人祸了。侯爷心系乌孙，乌孙能有这样的贤德之士，那也是乌孙的大幸啊！难得太医这么懂我，昆弥没有赏你，我赏你。来人，太医要是不嫌弃，收下小礼，以表敬意。这怎么使得？这怎么使得呀？这么贵重的礼物，微臣不敢接受啊！有什么不敢接受的呀？只要太医能为我做一件为国除奸的大事就行。仙谷一个区太医，怎么有能力做得出除奸为国的大事呢？这件事只有太医能办。这是什么？这不是酒，是药。什么药？毒药。毒药。汉人不都是喜欢针灸吗？太后现在也开始相信他。要是太医现在还不学习针灸，早晚得被御医房免职。所以太医应该拿这个针在别人身上试试了。温圭将军今日可有醒来过？回太医，温圭将军前2天醒来过，但这几日又开始连续昏睡。哦，知道了。哦，对了，我在灶房煎了几副药，你替我去看着点火候。喂。放心，义硕一定竭尽全力医治温圭将军。太医仙谷叩见右夫人。免礼。没想到太医在此多有冒昧。今日我带了大汉国医来，你们2人要通力协作，治好温圭将军的病。这。乌孙和大汉的医术各有长短，还望太医放下成见，以温圭将军的安危为重。哦，夫人圣明。夫人，温圭将军心气虚弱，我已给他煎药3副，待他喝下以后，定会有好转。有劳太医了。义硕，你来替将军诊断一下。喂。夫人，太医说的没错，温圭将军确实气虚体弱。
我会先给他最重要的3个穴位施针，稳定心脉。我只见过银针下毒，还第一次见到银针救命啊！是吗？小臣失言。太医不必惊慌。夫人，小臣已经诊治完毕，小臣先告退了。退下吧。喂。仙谷，请留步。夫人有何吩咐？上次太后中毒一事，多亏你指点，所以我认为我和你之间应该是有一些交情的。小臣不敢。夫人抬爱。这次给温归殿下治病，你可一定要竭尽全力啊！小臣明白，请夫人放心，小臣告退了。一硕，我不放心此人，但这个人还是可以争取的，所以温归将军这次就拜托你了，一硕。公主放心，一硕一定会让温归将军醒过来。右夫人待了小半个时辰就出来了，随即回宫，再没出去。下去吧。喂。易国医操忙一下午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家公主交代的事情，我不敢怠慢。仙谷也是受命于昆尼，也不敢怠慢呐。我施完针就好。夫人都走了，你真是尽职尽责呀。谢谢太医夸奖。温归将军醒了。大汉国医易硕叩见温归将军。将军莫动，我去把中药给您端过来。太医仙谷叩见将军。将军要是身子不舒服，您再睡一会儿吧。他来过。将军说什么？将军，将军，将军。温归将军，温归将军，怎么又睡过去了呢？哦，你把中药放这儿吧，等他一会儿醒过来，我来喂他。不必了。将军醒了。将军既然醒了，元气也逐渐的恢复。易硕这就回宫去，通报我家公主。等一下，仙谷，你先下去吧。喂。易硕，国医，我知道
你家夫人来过，你不要告诉她我醒了，让她以后也不要来了。啊！如果坤弥知道，对她不好，照我说的去做。喂。殿下已经醒了，醒了，可是他不让我告诉公主。为什么？公主若是再去找他，他怕引起非议。世间最伤痛的是分离，何况伤在你身，我怎能不焦虑呢？公主，易硕，来，怎么样了？温归怎么样了？殿下已经醒了。醒了。可是他不让我告诉公主。为什么？公主若是再去找他，他怕引起非议。好，我知道了。他倒是很懂事。仙谷那边怎么样了？公主敏锐，仙谷医师确实有些可疑。看来我还得再给他开开窍啊。公主，你还要去温归将军那里吗？没关系，该去的时候还是要去的。到时候昆明问起我来，我也问心无愧。让你找的人去找了吗？管事的说，公主寝宫里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哑巴婢女，从来没用过。我又去问了同房的婢女，她们也说那个哑女不是管事处派来的，看她的相貌，还以为是跟着公主来乌孙的汉人呢。可她真的是西女啊。就是公主和阿依娜提到的那个细君公主的贴身侍女。对。先不想那么多了，易硕，仙谷那里你帮我盯紧一点。好，有劳你了。奇怪，今日仙谷怎么不在啊？前2天来的挺早的，今儿不知为何晚了。夫人，请稍等，想必太医这就到，小的出去迎一迎。嗯。小屋，我要喝水。怎么是你呀？为何不让易硕告诉我你已经醒了？既然知道我醒了，放心就是。何必再前来？万一让王兄知道……好了，你别再说了。我不是来看你的，我来自然有我来的理由。小心仙谷，别怪我没有提醒你。等一下。为何要给太后施针？什么？你为何要如此冒险？你有把握吗？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害得我从前线冒死赶回来救你。你救我？我不但自救，还查出了毒害太后的凶手。你呢？扔下戍边大任不管，奔回赤国，有勇无谋不说，害得自己一身重伤，
害得坤弥差点误会。我一收到密信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我是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你吗？现在成了我的错。行吧，当我没说过。尤夫人，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请回吧。我担心你的身子不顾流言至此，我真的不知道你要任性到什么时候。这位是？塔娜，这是我们的解忧公主，乌孙的右夫人。塔娜见过右夫人。你是何人呢？在我翁归府上，自然是我翁归的女人。怎么，右夫人连这都要管？塔娜，我饿了。来喂我吃口东西。好啊，有如此貌美的女人照顾你，那我也放心了。塔娜，你怎么突然来了？是小屋让我来照顾您的。我没事，也吃不下东西，先下去吧。太医莫慌，这次不行，咱们还有下次。只要他还没有痊愈，咱们就有的是机会。为人一向胆小怕事，太医真会说笑。据我了解，太医不是胆小怕事之人呐。哎，云谷特夫人不是还让你帮她？不，那件事情绝非微臣所为。微臣只听从夫人之言，谎称太后中了巫术，但投毒的事情不是微臣干的。你好大的胆子！谎称太后中巫术，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云谷特夫人要想把这事儿栽赃在你头上，到时候你怎么可能洗脱得了罪名？太医是明白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那么多黄金都被太医收入囊中，还有什么事儿是太医不敢做的？阿仔，公主孕午膳了吗？也不知道今天翁归殿下跟她说了些什么，公主说什么都不吃。都怪某些人今天拦着不让我进去。公主现在这个样子，谁负责呀？公主不想吃午膳，说明她有心事。谁还没点心事啊？我和公主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像她现在这个样子。哎，你去哪儿啊？将军，将军，将军，将军！这里没有你们的事，都下去。喂。怀护卫
你是来找我喝酒的吧？啊？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喝酒，给你留着呢。你一定有很多心事要跟我说吧？王贵，你今天到底对公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公主她是乌孙的右夫人，昆弥的妻子，关我什么事？不要跟我装疯卖傻！你到底跟公主说了什么？我跟她说，让她滚。我现在也想让你滚，统统都滚！混蛋！王贵，公主她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你，你让她滚！冒着生命危险的是我吧，怀护卫？这光你就有多少次想杀我？啊！我告诉过你，你只会给解忧带来痛苦，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伤害她了。如果你死不悔改，我想我一定会再给你补上一刀，亲眼看着你断气。滚！滚！统统都滚！解忧，阿依拉来了。拜见右夫人。出来没让你哥发现吧？放心，我啊是故意没有关房门，好让婢女早点发现，不然我今天还找不到事情可以气他呢。公主，喝水。谢谢。对了，右夫人找我什么事啊？你可知细君公主的婢女？戏女？你认识她？嗯。你可知她现在隐瞒身份，躲在我的寝宫里？什么？具体隐情我不清楚。那她现在在哪儿？快让我见见啊！她又消失了。我被关在木塔长道的时候，她曾经出现过。我不知道她哪来的本事，可以进出冷宫，然后又消失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身边的婢女和管事的都说不认识她，还以为她是我从汉朝带来陪嫁的婢女呢。她会不会是不愿意殉葬，所以逃得远远的了？要逃早就逃了，何必躲在这个宫里？我觉得这个西女让我很疑惑。你都觉得疑惑，我可就更摸不着头脑了。那只簪子，就是她偷偷放在我的寝宫门口的。我觉得她虽然是个哑巴，但是她好像有很多话想跟我说。这宫里你认识她，你可知道她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吗？可藏的地方，就是细君公主有没有什么喜欢去的地方？我知道了，你想到了是什么地方啊？但是我不确定，要不我们去看看？这地方怪吓人的，能找到戏女吗？若夫人见到的真是西女，那她必然要找一个藏身之处。
我想来想去，应该只有这儿了，就在前面不远。夫人，应该在这儿了。这儿？细菌公主来这儿做什么？这是她以前诵经的地方，小心。小心。诵经？昆明以前每天和公主同吃同住，可是太后进入她的寝宫，老是被燃香的味道弄得头痛难眠。公主知道之后，就不敢再在寝宫里面念经了，所以在这后山找了个僻静之地。这些，昆明都不知情吗？公主怕昆明知道了会兴师动众造佛堂，所以一直瞒着她。可是她哪知道啊？昆明早就派了禁军在后山看守，日日巡逻，什么毒蛇野兽全都杀光了。哼，想不到昆明竟如此用心。阿依拉说错话了，公主，你可千万别和死了的人吃醋哦。没有，我只是觉得有些感动。应该在那边，我们走吧。看来这地方还真有人住。这火还热着呢。谁？站住！别跑！站住！别伤他！西女，真的是你！我是阿依拉，你还记得我吗？你是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吗？是我。别害怕，这些人都是值得你信任的人。你既然选择来找我，就说明你是信任我的，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为什么突然出现，然后又突然消失了？怕？你怕什么？我被打入冷宫，你怕我被人害了是吗？我问你，你既然是细菌公主的婢女，找解忧公主做什么？不要紧的，这是我在冷宫的时候学习针灸，拿自己失针造成的，为了给太后治风湿顽疾。小心，匈奴！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匈奴人。我知道了，因为你长期跟细菌公主吃了很多苦，所以你担心我，对不对？跟我回宫吧，不管在哪儿，总比住山洞里好。解忧，西女已经安顿好了。明日一早还让她继续打扫前院，省得其他婢女怀疑。好，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公主，最近出现的女子身份可疑，还请你不要太过轻信。怀大哥，你放心吧，我看得过眼的女孩都是好女孩。你不信啊？将来你的娘子说不定还是我给你挑的呢。啊？解忧给太后请安。免礼免礼，快起来。谢太后。赐座。益硕国医这几趟针用下来，我的感觉真是好多了。太好了，太后今天的气色真是好极了。可是右夫人看起来却是消瘦了些。没关系，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从今往后多吃一点，很快就胖回来了。都是云谷特闹的。太后别生气了，现在云谷特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就不会患得患失了。
有子固然好，但也要稳得住胎，生得出来。太后是担心她的身体吗？您要是信得过我，我可以让易硕开个药方，给她送一些安胎药去。傻丫头，这后宫之中最忌讳的就是送安胎药，更何况云谷特是乌孙人，哪里信得过汉仪？解忧愚钝，解忧一心只想着同众姐妹一同侍奉昆弥，这些规矩我不懂。你若有心示好，我可以教你一招。解忧诚心讨教。你送一张纸就可以。纸？送他一张药方，方子都写在纸上，药喝不喝随他，但是安胎祝福之意送到即可。右夫人果然伶俐。哪有？以后在这后宫之中，解忧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太后一定要告诉我这个傻丫头。那解忧就不打扰太后休息了。解忧告退。太后，昨天昆弥歇在云谷特那儿了。倒是难得她还能怀上孩子。以前细菌公主专宠，您指望她来平衡朝廷的关系，可是现在用不上了，她却突然怀上了。东宫易主，肚子再争气也没用，留着她不过是给那帮老臣面子罢了。说到底，这些后宫的女人，无非都是政权的棋子。昆弥用不上这帮老臣，云谷特自然就不受宠。昆弥一日需要大汉和匈奴，这刘解忧和胡姑的斗争，便一日不会罢休。将军，你就再喝一点儿。不喝了，不喝了，都说多少次了。你这拿的要是酒啊，不用你劝，我早就干了。又是酒，您伤势这么重，怎么喝酒啊？哎呀，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笑呢，别当真。将军，那天塔娜是不是不应该来啊？那天是哪天呢？右夫人来的那一天。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这都是老天已经注定好了的。要说不应该，也是他不应该来。父亲，您怎么过来了？我若不是问了小吴，还不知道你已经醒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您每天在朝堂上操劳，我这点小事情就别给您添乱了。哼，你还知道给我添乱呢？之前昆弥派你去戍边，这是天赐的良机呀。莫振离将军即将卸任，你是接替他的不二人选，你怎么能够不经宣召就自己跑回到赤谷来？我跑回来就当然有我跑回来的道理。我不想听你的道理，我是你的父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和那个汉人公主到底有什么事情？我不愿意多问，但是你要想清楚，既然我能想到，常山西侯也会想到，昆弥早晚也会想到。你们怎么想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总之，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解忧有难而袖手旁观。糊涂！细君公主也好，解忧公主也罢，死了一个，汉帝还会再派另一个来。可我要的是，你在乌汉联盟的斗争中能够立足。
我要的是昆弥对我们的依赖。你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女人而自毁前程？父亲，所有人对于你来说都是可以利用的棋子，可对于我不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给我养伤，伤好了立刻滚回边境去，别再让我失望了。否则，解忧公主性命难保。我说到做到。还有，你把外面的女人带到宫里来胡闹，我懒得去管。但是大事小节，你得想清楚了。别忘了，眼下你是乌孙王储最有力的竞争者。塔娜，拿酒来，给我拿酒来！塔娜叩见夫人。免礼。有什么事吗？今天夫人从将军那里走后，将军就脾气暴躁，喝了不少的酒。您知道他身体这个样子是不能喝酒的。塔娜恳求您再去看看他。温归的事情有劳你了，只是我分身乏术，不好总过去。夫人，塔娜自从认识温归将军，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女人能左右将军的喜怒，您是头一个。该说该做的，塔娜已尽力。塔娜告退。谢谢。解忧，你起来了。昆弥早上什么时候走的？天刚亮就匆匆忙忙走了。听传话的说是边关来了急奏。哦。解忧，用完早膳要不要去看看殿下？我现在去合适吗？你放心得下他吗？昆弥忙于政务，抽不出身。我作为右夫人去探望，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吧？嗯，那去吧。好，我这就去备马。温归将军怎么样了？夫人，温归将军这几日一直是半睡半醒的。一国医用针灸打通了血脉，用汤药也恢复了元气。本来前几日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可是殿下最近又喝了很多酒，与汉药相冲啊。知道了，仙姑，此次我和亲从大汉带来了很多中药材，这盒铁皮石斛虽然不是特别昂贵，可也十分珍惜。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当是我一点心意。哎呦，夫人真是折煞微臣啊！前几日夫人已经送给微臣那么多珍贵的大汉药材，这回怎么又……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收下吧。好，恭敬不如从命，谢夫人。公主，我跟阿彩煎药去了，去吧。喂。你是醉了还是睡了？醉了。那我走了。没醉啊？那我问你，你这酒喝给谁看的？喝给我看还是昆弥看？你以为你这样我会心疼你吗？
没出息！这么多人为了你上上下下的，好容易康复了，又糟蹋自己。你自己不知道珍惜你自己，别人怎么珍惜你？我说完了，你好自为之。别走。留下来，陪陪我。为什么我之前那样赶你，你还是回来看我？你不希望我来吗？我是为你好。那你现在为什么让我留下？因为我怕自己时日无多，再把你赶走了，往后就真的见不着你了。我舍不得。嘘，什么都不要说，安静的陪我一会儿，好吗？怀大哥，怀大哥，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为了他，我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有啊。太阳在上，我们都听它的驱使，影子只能被抛在后面。为什么？为什么在你眼里，太阳就一定是皇权，影子一定就是私情？在我心里，太阳是希望，影子是生命。你是你，我是我，谁也没有资格决定我们的命运。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我难受。短短数日，他们就交战了3次。回昆弥，北庭本来就是大汉和匈奴的必争之地。北庭沦陷后，
汉帝就派出将军李广利，可见是打定了心思要回击匈奴啊。北庭离乌孙古道不远，他们在我边境交战，无论输赢，都会威胁到我乌孙。昆明英明，我乌孙边境一直由将军莫振离驻守。老将军已是花甲之年，他要不是念着我跟翁归是他的得意门生，早就卸甲归田了。这些年，他是拖着病体，勉强续任。昆弥前些阵子派翁归去戍边，不知昆弥是何意？翁归啊，是老将军的爱徒，我每年派他去戍边几个月，只是让他去陪陪师傅。以他的性格，他怎么肯舍下这赤骨城的花花世界，跑到边境去风餐露宿？这边境士兵数万，得有个军功显赫的将军才能服军心。小侯认为最佳人选，对，你说的对，这个人选一定不能马虎啊！所以你给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你刚才说的，我也会考虑。先回去吧。啊，小侯告辞了。这都几天了，我怎么还没听到从宫里传回来的丧信儿啊？回侯爷，臣本有机会得手，但右夫人带着大汉国医前来，寸步不离，臣难以下手啊。寸步不离？是啊。侯爷，得到如此珍贵的汉人药材，难怪无从下手啊。侯爷恕罪，臣一时贪念，收了右夫人的赠礼，但臣绝对没有对侯爷有不忠的地方啊！臣真的是没有机会下手啊！有贪念没什么不好，要不是贪念，你也不能为我办事。但是贪念过了头，分不清利弊，那就得不偿失了。侯爷，再给臣一日，一日不成，臣提头来见。不急，我给你3日，3日后刘解忧一定不敢再见翁归，到时候就是你下手的最好时机。记住了吗？喂，下去吧。啊，左夫人，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云谷特一事，侯爷有何指教？哦，翁归已经醒了，他要是好了，肯定和解忧共得恩宠，那将对我们极为不利。所以小侯已经派人寻机下毒，还望夫人配合，在昆明面前离间2人，让解忧撤回大汉汉医，别守在翁归身边。下毒啊！你要取翁归的性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这几次计划都失败了。温归非但没死，还反咬我一口，让我在后宫的日子越来越难熬。我觉得当务之急不是取他性命，而是要拉拢他。拉拢温归？这怎么可能呢？他一心向着右夫人。侯爷之见，我也没看出有多高明啊。太后一事，温归差点把我害死。要是这次再失败，指不定我要受到什么牵连。夫人放心，小侯这次安排的万无一失。可我现在身在后宫，想要离间昆明兄弟谈何容易？
况且，我觉得昆明现在越来越深不可测，我不敢随意行事。夫人，君王自是难测，但夫人别忘了，昆明说到底还是个男人。昆明驾到！参见昆明。昆明，此时右夫人正在。我知道，我就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坐罢了。啊，对了，你别走，跟我一块儿进来。有一些大汉的礼仪，想向将军讨教。见过右夫人。翁归将军今日如何？有太医照料，翁归将军身体康复神速。那就好。将军已醒，右夫人有何事需小屋转达。国医劳累，所以我让他回去休息了。我替他带一些药材过来。啊，将军卧床不便相见，多谢夫人好意。这药材就交给小屋就行了。那就有劳你了。夫人客气。这是右夫人送来的药。都尉不是说右夫人不敢来见翁归将军吗？怎么变成翁归将军不敢见右夫人了？哎呀，就算不见，有这个小侍卫在，还是没有机会下手啊。太医。臣在。你放心，我这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你不用在这儿守着了，下去吧。喂。时候不早了。哦，我去叫人准备午膳。哎，不用不用不用，过一会儿还要去左夫人那儿。跟左夫人说，今天晚上在她那儿就寝。喂，解忧这个女医官当的确实不容易，你别去打扰她。她一听说我在这儿，倘若又跑回来，反而更累。让她踏踏实实的在翁归那儿照顾她就行了。走。参见昆明。把头抬起来。
这样也好，合乎礼数。你说什么？我说温归啊，不进去也罢。你不是总担心别人说我闲话吗？你这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吓了我一跳。可惜，今天连殿下的面都没见上。见不见面不重要，他能痊愈就好了，药送到不就行了？公主，怀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来找你。怎么了？西女出事了？是昆弥。昆弥，快尝尝这狐肉，这是我家乡的特产。狐肉，在匈奴，只要捕获狐兔，就会做成这咸食。哦，那这一定别有一番风味啊！虎姑觉得，汉时太过造作修饰，失去了食物的原味。比起来，还是匈奴的美食更好一些。禀昆弥，右夫人求见。让他在外面等着，没看到姑正在吃饭吗？喂。解忧妹妹这几日一直在照顾温归，我都好长时间没见她了。想必今日是刚从温归那儿出来，就来拜见昆弥，着实辛苦。昆弥，还好吧？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算他再有什么急事儿，也不能耽误姑享用这美食，是吧？啊？居草原者爱触肉，居水乡者喜鱼鲜。夫人长居一处，难免对食物有一些偏见。不过姑倒认为，这天下尽是美食，哪里都有饕餮。夫人有时候还是宽容一点为好。昆弥说的是，虎姑受教。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奴婢都到哪儿去了？啊！我看着他们心里烦，让他们都出去了。身子怎么样啊？哎呀，父亲，你儿子是身子骨，你还不知道吗？没事儿。小打小闹也就罢了，这些日子你是连受重伤，你不要命了。您放心吧。哎呀，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哎呀，对了，父亲，我听说大汉和匈奴在北庭也打起来了。为了这件事情，我跟那些亲匈奴派不知吵了多少次。这莫振离将军，那是说换能换得了的吗？师傅他年事也高了，也该颐养天年了。你懂什么呀？边境换将可不是小事。莫将军不是亲匈奴派，也不是亲汉派，他是个老臣，那我们自然没有话可说。现在常山西侯他们要推荐戍边大将军，这里面肯定有阴谋。要是让他们掌握了兵权，这乌孙还能有安宁之日吗？如果论功排辈，我是最佳人选。可是昆弥10几年前就失了我的兵权，他现在怎么能自打耳光，重新重用我呀？父亲，您年事也高了，没必要去边境受那份罪。
只可惜啊，我手下没有能担大任的武将啊，只能看着常山西侯他们在那唱戏。要不然我去。什么？从前那兵权是在你手上，我被留在乌孙王宫，说的好听点是王公贵族，其实就是昆弥牵制您的棋子。如今若我去做戍边大将军，把您留下来，昆弥用最少的兵权换取了对我们父子2人的牵制，他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他的眼里，我一定是比西侯更好的人选。你可知道，昆弥要想控制你，会给你提什么条件？我知道，而且我已经准备答应了。我唯一内疚的是让您作为人质，被牵制在这皇宫里。其实，比起来被牵制，我更愿意走得远远的。母后，您今天的气色不错，看来这针灸是奏效了。是啊，已经开始第2个疗程了，真的感觉不错。可是我看儿子好像消瘦了一些啊。最近因为边境换将的事，故有些烦心罢了。云古特的弟弟纳林羽侯一直跟着魏镇离将军，你看，这事不行。母后，云古特上次对您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我不罚他也就算了，怎么还能委任他弟弟重任呢？那到时候他在后宫，岂不是要闹上天了？我心里又何尝愿意呢？云古特姐弟是中立派老臣之后，这帮老臣虽腐朽不成气候，但是他们最听昆弥的话了。如今，清汉派和清湖派已经斗得鸡犬不宁。若是让常山西侯或大陆来继任戍边大将军，那昆弥你就难保不被2派势力所左右。我老太婆宁愿云古特在后宫闹腾，也不愿意看着你的王权被他人所牵制。母后别担心了，孩儿已经有一个2全之策。卞昆弥，右夫人求见。让他进来。喂。解忧给太后请安。免礼。右夫人不是在照顾温归吗？怎么还有时间来给太后请安呢？右夫人，你在照顾温归？太后若是觉得解忧此举不妥，可以听听解忧的理由。我还没有怪你，你倒先发制人了。那你就说说，我倒想听听，右夫人能讲出什么道理。回太后，回昆弥，温归将军屡次被人暗算，是不是匈奴人虽无明证，但是这赤苦城中多次风波也直指王庭，所以解忧以为，温归将军在养病期间也不可掉以轻心，定要护他周全。所以表面上屡次去探望，实际上是请怀大人率其精锐部下保护温归将军。再次，温归殿下乃昆弥的兄弟，事事以昆弥为重，子民感其忠义，乐见昆弥对温归将军的关怀备至。可是昆弥忙于朝政，所以解忧只能代为探望。如此一来，我想昆弥的威望定会如日中天吧。右夫人说的倒是有道理。看来右夫人想的果然是周全。不过，你此来到底是为了何事？昆弥，解忧恳请昆弥去探望温归将军。温归将军有你照顾了，还要孤去探望，为何？
昆弥，温贵将军醒来第一句话，便是问昆弥有没有去探望过他。解忧当时正好在场，便大胆说谎你去过，让他安心养病。温贵这才睡去。此后他每次醒来都会问你有没有去看过他。昆弥忙于朝政，解忧屡次说谎，可是后来听国医说，温贵将军虽然最近伤势有所好转，可就是起不了身。起不了身？国医说，温贵将军不是身体虚弱，是意志虚弱，所以我担心再这么拖下去，他真的会生出什么心病来。恳请昆弥去探望温贵将军。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外伤。难得右夫人这么有心，这后宫上下能像右夫人这样替昆弥分忧的，还真不多。谢太后夸奖，这都是解忧分内之事。只是于公于私，我都希望昆弥能去探望温贵将军，让他早日好转，这样解忧才能为昆弥解忧啊。你先回宫准备一下，一会儿姑会和你同去看望温贵的。昆弥英明。这右夫人还真是聪明。何止是聪明，哼，有时候真是机灵的可怕哟。温贵，叩见昆弥。免礼。哎，你有病在身，不必急。来，躺下。哎呦，王兄，你是政务繁忙，实在不应该这么跑过来看我。右夫人说，您每次醒来都会叫我的名字，我怎么能不来呢？国医，翁将军的病情如何？你如何给他诊治的？温贵将军这次伤得本不致命，但是疏于治疗，把陈年的旧患都给带了出来。臣这次以针灸加上汉药，定能治本。好，国医这次功劳不小，回去等赏吧。谢昆弥。等你好了，跟姑一同出城迎接师傅。当然，师傅他一手把我们两人带大，老人家戍边多年，好不容易卸甲归田。别说等我病好了，即便是找几个人抬着我也得去接他。你呀，病的就剩这张嘴了。国医，你们先退下吧。夫人，你也先退下吧。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你父亲现在年事已高，不适合带兵。即便王兄你给他兵权，我也不愿再让父亲风餐露宿。我是怕你父亲误会。王兄你多虑了，父亲他不会妄自揣测的。我想他一定会明白王兄你的良苦用心。能这样想甚好。其实我是想跟你商量，不如由我来接替师傅，担任这戍边大将。哦，你真这么想？我跟着师傅南征北战这么多年，论功勋名声，论对边境将士的熟悉程度，我是最好的人选了。可这次戍边和以往可不同啊。我当然知道，戍边大将扎根边疆，心无旁骛，
誓死保卫乌孙。既然这样，这次你为何要反朝呢？我收到一封密信，信上说有人要谋害太后。虽然我不知道这信的真假，可是我担心太后安危，所以就先斩后奏，冒死反朝。行了，既然是为太后着想，也算是你一片孝心。故这回不跟你计较，但是不能有下次。你要知道，你是我弟弟，我可不想让那些老臣觉得我偏袒你，更不能给那些青湖派落一口实。你可明白？翁归明白，誓不再犯。翁归，你应该很清楚至亲带兵的利弊。翁归，公主她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你，你只会给解忧带来痛苦。如果昆弥愿意赐我戍边大将军之名，我愿意发誓，长守边疆，永不回朝。公主怎么坐在地上？太凉了。怀大人，你看，今晚夜色多美啊！小的时候，班主跟我说，人要是死了，就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那些前世相亲相爱不能在一起的人，死了之后，还是可以在天堂相遇的。我死了，肯定变不成星星，肯定是下地狱的那个。再美的夜色，也挡不住日出。你说的对，太阳就是命运，就是皇权，我们谁都无处可躲。可是太阳落山后，还有月亮来照亮前行的路。月亮，最美的月亮。怀大人，我不喜欢这儿，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你说什么？臣亲耳听见的呀。温贵将军自请戍边，昆弥已经答应了。以大博小，温贵这是下的什么棋呀？如此说来，要尽早绝了后患。侯爷，臣已守候多日，那温贵将军十分的警觉，臣真的没有机会下手啊。侯爷，臣愿意归还所有黄金。太医，被猛虎追是千万不能回头，回头的那一瞬间，你就有可能碎尸万段，知道吗？
以文圭的身手，毒针是进不了他身了。好在我们还有后者，但这个后者又要劳烦太医了。我不过就是把个脉，怎么能劳烦太后的红人仙骨太医呢？为夫人把脉，这是微臣的福分。听闻太医连日给温圭殿下疗伤，想必和那个汉人女医官熟得很吧？汉人是汉人，微臣是微臣，微臣跟那汉人没有交情。这都用上汉人的把脉手法了，还说没有交情？夫人，风寒易治，重伤难愈呀。太后那里有大渊的名贵药材，叫金葱茸，对重伤之人十分有效。重伤之人，重伤之人与我何干啊？常山西侯的意思，左夫人应该明白呀。西侯。太医刚才说的名贵药材叫什么名字？哦，金葱茸。胡姑给太后请安。你午前不是请过安了吗？怎么又来了？给太后请安，多少次都不觉得多。这孩子，你嘴可真甜呐！那赐座。谢太后。纳和雅，你一会儿把这个给昆弥送过去。喂。昆弥最近消瘦了许多，我给他送些补品。昆弥忙于政务，还是太后想得周到。太后给昆弥送的，是不是金葱茸啊？金葱茸？对呀，听说金葱茸是大渊的名贵补品，十分珍惜。左夫人，金葱茸不是补品，是贵重药材，是给重伤之人用的，昆弥用不上。重伤？啊，原来是适合温圭的药材呀。胡姑见识浅薄，闹笑话了，太后见谅。没关系。不过你刚才提到了温圭，这孩子确实伤得不轻，可以用一些金葱茸。我的宫里面还有吗？啊，回太后，去年昆弥狩猎受伤时，你给他准备了很多金葱茸，他伤好了以后，还剩下了许多，奴婢都收着呢。那你就把剩下的金葱茸拿上，去给温圭送去。喂。昆弥，莫振离将军告老谢驾，臣以为那林宇侯副将军军功显赫，义得军心，可升任为将军。臣等也赞同那林宇侯副将军代戍边将军一职。小侯很赞同各位大臣所言，那林宇侯副将军是戍边将军不二人选。西侯所言极是。昆弥，臣以为，昆弥，
何事惊慌？昆明，温贵将军，温贵将军他血流不止，生命危在旦夕。什么？你说什么？太医来报，温贵将军一直在吐血，而且已经听不到心脉了。啊！换将一事，稍后再议。退朝。撤！温贵，公主。温贵，怎么会这样？公主，臣刚刚给温贵殿下止住血，但是温贵殿下病情严重，需在中府穴施针。那为何还不施针？中府穴乃微穴，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了的。温贵殿下若挺不住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气短窒息，还请公主定夺。国医大胆下针，温贵将军命大，不会有事。温贵，温贵，儿子，儿子，怎么会这样啊？昨天还跟我说话呢，今天怎么就……温贵，怎么回事？给昆明请安。回禀昆明，温贵将军喝了汤药，突然吐血，血中带黑，只怕是……怕什么？只怕是中了奇毒。汤药不是你亲手熬制的吧？怎么会中毒呢？汤药是你熬制的。是。仙姑，赶紧验毒。回禀昆明，毒性不强，只有长期服用，才会显出中毒症状。温贵将军身负重伤，只要一点点毒性，就会致命，所以吐血不止啊！一说，你还有何话可说？昆明，臣的药材都是亲自采摘、亲手煎熬的，绝对不会有问题。太后的药草，今日太后还打赏了几种药材，臣也放在汤药里，不知道。混账！明明是你毒害的温贵，还敢诬陷太后！来人，把他拉出去，杀！昆明，一说乃我大汉国医，不可杀。不可什么不可？他是大汉国医，不是我乌村的，拉着去斩了！昆明，臣冤枉！公主，饶我！公主，你执意斩我国医，那我只能自刎在此。此事蹊跷，查明真相之后再斩不迟。昆明，还是收回成命吧，救人要紧。把人先押入大牢，听候发落。谢昆明不杀之恩，公主切记中府穴保命啊！下去。是。仙姑，我把人交给你，一定要把他救活，否则你给我提头来见。喂，怀大哥，马上回宫去找太后，把温贵中毒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她。我担心这样下去，我们又陷入被动了。公主放心吧。快去。阿彩，
解忧，那个一说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殿下还会这样？不管心里有多难过，都不要再哭了，因为我比你更担心。胡姑拜见太后。有事吗？太后可是要去看温归？正是。请太后带胡姑一起去，胡姑要去请罪。你何罪之有？太后还不知道吗？右夫人的国医说，太后赏赐给温归的金葱茸有毒，所以温归才病危的。要说这金葱茸也是胡姑向太后提起的，要怪也应该怪胡姑。胡姑不能让太后枉遭罪名啊，所以请太后带胡姑一起去。胡姑要向昆明和大陆请罪。大胆国医，竟敢污蔑太后！有大汉的国医在，我们还去干什么？纳和雅，在。回宫。太后。温归的命运多舛，戍边一事，押后再议吧。昆明要杀便杀，何必说这些好听的话？大陆这话什么意思？你若是怕温归掌握了兵权，那你就回绝我们；如果你觉得我们父子挡了你的道，你杀了我就是。干嘛要对温归下此毒手啊？他可是你的血脉兄弟呀！你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温归已经日渐康复，可是太后她一次药，他就成了这样。你宁愿相信那个汉医，也不相信我跟太后。昆明和太后又何时相信过我们父子？当年老昆明欲传位给温归，你和太后挟持他，让我放兵权，最后逼得温归主动让位。如今温归请求戍边，你怕他一旦掌握了兵权，就功高盖主。够了！你再胡说，休怪姑对你无情。哼！我儿命已如此，我还怕什么？让我杀就杀，反正我们父子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来人，把大陆押入死牢，听候发落。杀吧，杀吧，全杀了，让乌孙变成匈奴的附属。杀了我，我也不会放过你。乌孙就变成匈奴的附属了。大公主，别冲动。怎么办，公主？阿彩，别说话了。公主，我刚才去求见太后，正好看见胡姑，不知道她跟太后说了什么。太后说今日素不见客。我去找昆明。公主，昆明现在正在气头上，现在去实在不妥。国医大陆入狱，太后不见，温归又昏迷不醒，腹背受敌，你让我怎么办？正是因为腹背受敌，公主才应该及时抽身呢。唇亡齿寒，这时我怎么能只想自己？公主，昆明，启程回宫吧。昆明，解忧有要事禀报。夫人是嫌牢里不够挤，也想插上一脚吗？解忧此次来，一不相信太后会下毒，二
不为国医和大陆求情。那你想要什么？恳请昆明让我用针灸为温归保命。温归就是被汉医所害，你还要蛊我相信你这个半吊子大夫吗？若不是国医施针，温归早已命丧黄泉。如今太医撤了针，温归又开始吐血，我担心这样下去，温归怕是熬不过今夜。国医和大陆也是担心温归的身体才会失言，所以一切只能等温归醒来，才能真相大白。我曾经在一本国书上看到良方可以保命，所以恳请昆明让我在温归的中府穴上施针，只需1针。温归若亡，你不但失去手足，还会让朝廷震荡。请昆明三思。您从山人那收的金葱蓉全都在这了。拿到后院都烧了吧？啊，侯爷，这药材可价值1000金呢。1000金？难道比命还重要吗？烧了去。喂。烧什么呢？哦，小姐，侯爷命我把这些药材烧毁。这不是我哥花了几个月时间从各地收回来的金葱蓉吗？嗯，是金葱蓉。浪费！哎，小姐，你不许说出去啊！仙姑，你退下吧。昆弥令小臣在此。退下吧。微学施针，不得差毫厘，夫人要慎重啊。退下。温归，自我俩相识以来，你救过我多少回，数都数不清。这次我一定要救你，所以我下手会很重。我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你疼，就一定要醒来骂我，不要像上次一样装睡，好吗？记得醒过来骂我。温归，温归，温归，温归！是我下手太重了吗？温归，温归，温归，你醒过来啊！是我不好，你死了，我这一生一世还怎么忘记？温归啊！
我去了一遭你们大汉的地府，我见到你们阎罗王，我跟他说，求他让我再跟你见一面。你们的阎罗王，他是个好人。孟贵，孟贵，孟贵，太医，仙果，夫人，夫人，他可是醒了。哎呀，稳了，真的稳了。夫人，心脉真的稳了呀，真的稳了。哎呀，夫人医术高明，臣这就去禀报昆明。等等，他只是气息平稳，并没有彻底清醒。夫人，金从容乃疗伤圣药，可迅速增补血气。你说的金葱蓉，可是太后赐的良药？正是，臣不相信太后下毒。这金葱蓉，臣已经看过了，确实可用。去，把剩下的金葱蓉给我拿过来。喂。公主，只是普通药材的苦味，心气也无异常。看来这药真是没有问题。那温贵为什么会中毒呢？怎么了？突然有一阵心绞痛，但是过一会儿就没事了。奇怪，同样的药材，我吃了安然无恙，你吃了却心绞痛。难道这世间真有什么药物是针对男性的？针对男性的药物有很多，但是这个不像。莫非我跟翁归有什么共通之处？要是能找到一块新的金葱蓉，也许就能解开这其中的奥秘。好，我马上就去找。不过公主，这金葱蓉是大渊名药，可能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容易找到。你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百宝袋。天灵灵，地灵灵，来单说，满座椅子牛肉，开了！开呀！哎呀，开！我赢了！把把都是，我就不信邪。我就喜欢不信邪的人。那再来一把，你赢了，这些全你的。好，来压！这把还让他。不信了，开！快点开！啊！姑娘，承让了啊！哎，我说哥哥，你手也太狠了！你知道我今天损失了多少银子吗？我问你，你是不是真能找到金葱女？我冯良可是做买卖的，只要你出得起价，我月亮都给你摘下来。不过就你那点儿，够我回本了。说吧，你想要多少？因为你，我刚刚输了7块银锭。那些都是你坑蒙拐骗来的。坑蒙拐骗怎么了？那也是门手艺，跟胸口碎大石没什么两样。好，你要是真能帮我找到药，
我还你双倍的银锭。爽快！天亮之前，是否能找到大碗货商？找不到。你说什么？你别急啊！你不是说金葱茸珍贵吗？那你想想，如果你是下毒的，你会让那些上品在普通的商货吗？你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走。我说你，身为女儿身，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儿？什么叫正经事儿啊？那养在深闺中，最后当个和亲公主，那就是正经事儿了。这边。对，哦，好了啊，下次再来啊。好，给您钱啊，谢谢。哎，慢走啊。小K哥，哎，生意挺好的。还好。怎么，迷魂散又都用完了？不是，我是来找你买一味药材的。什么药材啊？金葱茸，听说过吗？金葱茸，我岂止是听说过，我就是摆弄金葱茸的行家。就连大渊国供的金葱茸都是从我这儿拿去的。大渊国供？对啊，去年旱灾，大渊的金葱茸全部毁了，都旱死了。我就瞅准这个时机，我就把那个老小子那里所有的库存金葱茸，我全部给买断了。随后我高价转手卖给了大渊的国库。哎呦，那不赚大发了？那是啊，这还没完呢。今年这老小子又来了。他一看我用金葱茸挣了这么多钱，给他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悔得一段一段的。有时候我在想啊，那小子是不是有病啊？啊，他又买走了我今年新收购的所有的金葱茸，还是高价收购的。我就想啊，你像去年有旱灾，金葱茸涨价了，今年这风调雨顺的，药材不会涨价呀，只会跌呀。他怎么那么蠢？不是他蠢，是你黑哥呀太精明，没法弄。哎，小黑哥，等等，你刚才说金葱茸都被那个人给买走了，那你手上不是没货了？对啊，没货了，整个黑市都没货了。糟了，哥哥，怎么办啊？故意让货商贩卖给大渊，再通过大渊进贡到各国。不过这毒药究竟是什么呢？连国医都看不出来，而且只对翁归于我有效。哎，你说这金葱茸和什么一起吃下去，会让人觉得心绞痛，甚至吐血不止吗？你说什么笑呢？这金葱茸可是重伤圣药，特别对那个常年的外伤，那特别有作用。你要给他吃了，围着这乌孙跑2圈都不带气喘的，他怎么能吃了吐血呢？你给他吃多了吧？常年外伤，原来如此。这金葱茸药性本无毒，是医治重伤的良药。但这批金葱茸是被人下了毒的，毒性专门针对重伤之人，所以国医和解忧常药并未异常，但对重伤的翁归而言却是致命的。金葱茸是各国国王赏赐大臣的，大臣中常年外伤积累的是将军。哼，这个幕后的老小子，处心积虑将药材送到各国，是要将刀刃伸向外防咽喉啊！哥哥，哥哥，小黑哥说整个黑市都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了。你说，刚才你所说的那个老小子长什么样？他每次来都是蒙了面的，根本看不清他什么面目。哎，我想起来了，
他每次走的时候一转身，这个脖子上有块胎记，我看清了。多谢。银子，哎，我说漂亮小哥，要不你也来点迷魂散，给他用。哎，等等我！喂，你怎么找那个老小子啊？既然有胎记，就一定能找到。那我要告诉你，我知道他是谁，你怎么陷我啊？太医已经回去歇息了。嗯。阿彩，把这些银子给监狱的狱卒，把这些饭菜给大陆送过去。这是，大陆知道文归平安，就不会跟昆弥怄气了。快去啊！嗯。你们让开，别拦着我了，让开呀！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小苍狼？哎呦，我说妹妹啊，你这冒冒失失的闯进去，万一他又吐血该怎么办啊？可是，吵什么呀？右夫人，再吵就把文归吵醒了。公主，找到药了吗，怀大人？啊，公主，这治愈重伤的药，我们一直在找，但是想尽办法都找不到，恐怕文归是过不了今夜了。过不了今夜了。药？你们要什么药啊？小苍狼他怎么了？啊，金从容。金从容，金从容。早说呀，我有。我哥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把仓库全给烧了。幸亏我偷偷藏了几支，我现在就去拿。快去！这个阿依拉呀，有一个跟他截然不同的哥哥。嗯，公主，下毒的人是长山西侯。喝了，喝了。再喝一口。醒了，这金从容还真是神奇啊！幸亏我偷偷藏了几只，不然全被我哥糟蹋了。小苍狼，小苍狼，你觉得怎么样啊？我父亲呢？他很好，你再喝2口药，好好睡一觉，明天就能见到他了。来，大口喝。怀大哥，在文归醒来之前，不要告诉他大陆的事情。啊，公主，你这是打算去见昆弥？我同意，长山西侯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整个王庭，昆弥不会放过他的。我还不打算揭穿长山西侯。
为什么？打蛇打7寸，光凭一个商人的一面之词，不但扳不倒他，我们还会惹上污蔑重臣的罪名。再说，阿依拉这么善良，如果没有他的话，温归也醒不过来。我真的不想连累他。怀大哥，你留下来帮我照顾温归，一旦有什么事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诺。风凉。你怎么知道常山西侯脖子后面有块胎记？什么时候看见的？什么时候看见的？当然是洗澡的时候了。你不知道，我最喜欢偷看别人洗澡吗？昆明，已经不早了，当心身子。啊，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再看一会儿。昆明，你来了，说明温归他醒了。回昆明，解由给温归将军针灸了中府穴，再服用了太后的金葱蓉，他恢复神速。你还敢给温归服用金葱蓉？太后以德服人，她绝不会害自己的亲侄，解由信任她。古一向赏罚分明，这次右夫人就指温归得利，回宫等赏吧。昆明，哎，你若是想给他们求情，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国一乃一介女流，大陆又是温归将军的父亲，情急之下说了一些胡话，也是情有可原的。什么情有可原？他们诬陷太后，言辞犯上，这都是重罪。你与大陆是叔侄，所以你该了解他的性子。无论他说了什么，肯定是无心的。有没有心，姑自有判断，不用夫人提醒。解由只是担心大陆入狱以后，可能会对朝堂。朝堂之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后宫插手了？右夫人，别忘了你的身份。昆明，国一是我带来的，他不懂事，说错了话，惹怒了太后，误导了大陆，解由难辞其咎。可是你能不能看在温归将军身体虚弱的份上，宽恕大陆呢？我刚才的话，你还没听懂吗？请昆明宽恕大陆和国一。你真想跟我对着干？如果你一定要问斩他们二人，那解由只能同死谢罪。这事没得商量。昆明若是不答应，解由便会在此长跪不起。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会明白，威胁对姑没用。你既然爱跪，就跪着吧。
昆明，北庭战事连连，还望昆明早日抉择将军人选。老臣以为，那林虞侯副将跟随莫振离将军南征北战多年，他，昆明，温归醒了。臣等恭贺温归将军康复。孤本有意让温归接任这戍边将军一职，不过他最近身体不好，所以稍后再议。3天之内，孤对此事必有定夺。温归将军，太医，哎呀，怎么样，太医？没想到我这条命这么硬吧？恭喜啊！这次我能够恢复，全凭太医你的悉心照料。我一定启禀昆明，好好的嘉奖你。臣愧不敢当。行了，没什么事情，就下去吧。喂。派人跟着他，他一旦出城，即可通知我。是。哎呀，你这一脸愁苦的，你怎么了？将军，属下实在不敢隐瞒，您病重之际，大陆出口激怒昆明，被打入大牢。解忧他也瞒着我，他人呢？右夫人昨夜去见昆明，至今未归。去，叫人来给我更衣。去。是。右夫人在这儿跪了一整夜了，这又是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请回禀昆明，解忧不是在施计，而是在表决心，希望昆明能宽恕他们2人的罪过。解忧就一直跪着，一直到我死。那我再去跟昆明说说。这个固执的家伙，跟孤较劲的本事倒是不小。昆明，不必求情，他爱跪就让他跪去。昆明，怎么了？昆明，一群大臣跪在太后的寝宫外面说，不是求太后手下留情，不要杀了大陆。什么？走。参见昆明。你们胆敢到太后寝宫闹事，眼里还有没有这个昆明？昆明，臣等万不得已，只求保大陆一命啊！朝堂上的事情到朝堂上解决，你们找太后做什么？昆明，此事因太后而起，我们只能找太后求情啊！大胆！你们可都是朝廷重臣，怎可拿道听途说的消息来污蔑太后？是翁将军亲自传信，昆明，你就不要再瞒我们了。昆明，大陆和温归将军都是皇室血脉，请昆明和太后念在老昆明的旨意，善待他们父子2人。你恳请昆明，恳请昆明。好，好，
既然你们一个个都心系大陆，那好，孤成全你们，那就到牢中去陪他吧。来人，带走！昆明，饶命啊！饶命啊！母后，让您受惊了，孤来晚了。昆明，太后受了天大的委屈。母后，这事儿是孤没有处理好。这不关昆明的事，怪就怪温归太咄咄逼人。我好心赏赐的药材，他居然……起来吧。虎姑就是不明白，如果没有那些大渊药材，温归恐怕都过不了这趟鬼门关。他怎么能害救他的人呢？母后，这事儿不能完全怪温归，是孤把大陆囚禁了。你说什么？大陆他言辞犯上，如果我不处理他，那以后还如何服众啊？可是，昆明莫忘了母后常说的话。母后放心，孤自有分寸。既然连夜把我救醒，为何不让我来处理此事？因为我担心你的身体。你担心我的身体，我就不担心你了吗？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的事情是不能一直退让的。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退让到连多说一句话、多看一眼都觉得奢侈的境地。你选择去戍边，是因为已经无路可退了吗？我选择去戍边，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起来吧，别跪了。昆迷，他不喜欢被人威胁。我不能走。以他对我的了解，如果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一定知道你来过了。知道就知道，总比你把腿跪瘸了好。你为了我，宁可终生戍边，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就让为你跪一次吧。解忧，你说是不是我们两个人都生错了地方？没有，若不是生在此地，你我怎能相遇呢？彼此心里装着对方，也没有什么怨恨和遗憾了。只是我好羡慕你，可以逃得远远的。眼下局势复杂，恐怕我也不能随你所愿逃离这一切，去当我的戍边将军。解忧，你说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是会记挂一生
回禀侯爷，他跑了。跑了？他早已安顿好家眷，连夜出城逃跑了。侯爷放心，我已派人去追，一定将他灭口。还不快去！喂。陈文圭叩见昆弥。谷已经不胜烦扰，你还来干什么？昆弥啊，我这自打清醒以来，耳边就一直有人跟我说，谁谁谁又被关进大牢，我也是被烦得不行了才来烦你的。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放出流言，煽动那些大臣去惊扰太后，我至于这样吗？平日以为你只是烈性贪玩，不至于行事鲁莽。可是你这次，太荒唐了，你太令我失望了。王兄，王兄，王兄，你先坐，我这好不容易病愈，你陪我说几句话。来，先坐。王兄，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偷偷溜去特克斯草原，没想到碰到2只野狼的事情吗？记得。怎么了？我还记得当时那2只野狼把我们围了起来，眼见着野狼都已经露出了獠牙，在我们觉得必死无疑的时候，那2只野狼自己却打起来了。他们本是草原的领主，有着强大的力量，有着滔天的野心。他们明明可以分别猎杀我们，然后再分享肉食，可是他们却没有。他们宁可自己吃不下，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猎物。那2只野狼拼得你死我活，2败俱伤，最后的结果却是我们2个人捡回了性命。你想说什么？生活在野狼身边的人，就如同当年的你我一样，不知道多希望看到2只野狼打起来。只有我们2败俱伤，他们才能生存下去。王兄，你知道我生母早亡，太后与我就像母亲一样。说句不好听的，我宁愿冒犯你，也不会冒犯太后的。所以，义硕和我父亲的事情，还请王兄明察，还他们2个人一个清白。义硕的事情，我当然会查清楚，还他清白。可你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我言辞犯上，这是重罪，不是你讲几个故事就能平息的。翁圭就是为此替父亲来向昆弥请罪的。王兄，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放手不管了。你管？你要怎么管？你也想学右夫人在这里长跪不起？我不是女儿家，自然不会耍这些无赖。父亲他身为朝廷重臣，以下犯上，冒犯昆弥，本是死罪。但还请昆弥念在他过往功劳的份上，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翁圭也愿以性命相保，此类事情绝不再发生。为表悔意，我们父子2人愿拿出封地5年赋税，赠与戍边将士。记得，明天亲自去向太后请罪。谢昆弥恩典。起来吧。公主，公主，义硕，你怎么来了？都是义硕莽撞，连累了公主。大陆呢？放心，大陆已经被接回去了。是昆弥让你来的吗？是翁圭殿下，他说你要见我，才会乖乖回去的。
这家伙总算是说了一句懂事的话，看来他是彻底好了。你说，那些因为命运被迫分离的人，是会记挂一生，还是会两两相忘啊？我选择去戍边，是为了让你有路可退。可是忘记，不是努力就能做得到。将军，这太医今儿一离开，就把老婆孩子安顿回老家了，然后自己收拾东西，悄悄出城了。果然是他。他往哪边去了？一路向东。他这么贸然离开，他的旧主子一定不会放过他。这样，你派人跟紧一点，但不要贸然动手。等到仙谷被他们追杀，逼至绝境的时候，再出手救他。这样，他才会真心的服从我们。你慢点儿！哎呀，将军，此女在外鬼祟偷听。什么偷听啊？我只是刚好经过。文贵将军，你这侍卫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冯姑娘，既然刚好经过，不如坐下来喝杯茶。他抓着我怎么喝呀？哎呀！疼死我！我这次能够得以恢复，说来还是要感谢冯姑娘出手相助啊。哎呀，还算你有良心啊！你这深夜过来，就是来给我送药的？你怎么跟右夫人一个德行啊？别忘了，右夫人可是我的师傅。师傅？什么师傅啊？别跟我扯别的，你到底干嘛来了？这只无毒的金葱蓉呢，是我从阿依娜手里头，不是拿来的。它不是给你吃的，是拿来揭发常山西侯用的。你跟常山西侯有私仇啊？没有啊，我冯辽一身正气，就是看不惯这些奸臣罢了。那么巧，我翁归也一身正气。不过呢，这时机不成熟，我是不会动手的。所以这个金从容，还是先留给我吃吧。冯姑娘放心，翁归不会手软，不会让这些奸臣得逞的。你确定不要喝点茶？皇宫是个污浊的地方，但为了报仇，我必须留下来。臣叩谢昆弥不杀之恩，昆弥万福。起来吧。谢昆弥。诸位都是朝廷重臣，以后还望能恪己守礼，凡事三思而后行。谨遵昆弥旨意。臣翁归
自荐边境大将。我愿以皇家之名驻守边境，保乌孙昌平。文贵啊，姑昨天回去以后仔细想了想你跟我说的话，发现你记错了。特克斯草原上只有一只狼，没有2只，而这只狼才是草原上真正的主人。就算是孤独至死，也不会放任其他野狼在他的草原上横行。姑决定了，由纳林与侯将军担任戍边大将一职。文贵，你就留在朝堂辅佐我，一样可以保乌孙昌平。退朝。没想到到了最后，他还是不信我。这几日在大牢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不管多么韬光养晦的积累，昆弥不想让你有，你就什么也不能有。我们的命始终不能由自己。不过，不要丧气。人生之路漫漫兮，非一朝一夕定输赢。我并没有想要定输赢，我只想要一走了之而已。这世上哪有一走了之的事啊？皇家无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活下去，只要活着，这土地、这宫殿、乌孙的所有，终将都会是你的。我不要所有，我只要我想要的。还好这段时间气候干燥，不然公主这膝盖会落下风湿的病根。公主，你也太老实了，你怎么能珍贵啊？昆弥不在，你就偷懒呗。冯姑娘在外面不是有很多生意要做吗？怎么一天到晚往宫里跑啊？多一个人陪我，可以解解闷。就是。哎，公主啊，不如我搬进来陪你呀。搬进来？对啊，做生意虽然有趣，但是我想过了，如果公主能收留我的话，我愿意当公主婢女。你若想来，随时可以来，何必要做婢女呢？我觉得当婢女挺好的，看阿彩姑娘就知道了。再说，如果不当婢女的话，就没有资格长留在宫中了。宫里没有外面自由自在，你要是想来你就来，可是一想到宫中险恶，又有点不忍心。你放心吧，公主，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收留我吧。那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你就来吧。你功夫这么好，就跟怀大人一起做我的贴身护卫。你放心吧，公主，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收留我吧。那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你就来吧。你功夫这么好，就跟怀大人一起做我的贴身护卫。要是想出去，就找侍卫长给你开出入令吧，好吗？多谢公主。昆弥到。参见昆弥。哟，你这儿好热闹啊！哦，是国医在照料我的膝盖。能走吗？不碍事，能走。
那就陪姑走走吧。昆明，你可是有心事啊？啊，姑的心事何其多呀！那不如说出来，让我为你分担。解忧试验。哦，夫人别紧张。这是什么花呀？为什么这么美？这是火凤凰。安南王送给汉帝很多，就种在梨园。你在那儿长大，没见过这花吗？解忧自小就不爱花，所以未曾留意。其实这花不适合种在乌孙，都是翁归。他太执拗了，没想到还真让他给种活了。翁归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呢。嗯。比起姑，他确实是个自由自在的人。可是我觉得，昆迷的生活倒是多一份潇洒。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评价我的生活。翁归是自由自在，但是昆迷的洒脱却是无拘无束。虽然平日你忙于政务，活动范围小之又小，可是你的心却从来不受拘束，爱了便是爱了，恨了便是恨了。右夫人，你错了。其实我才是这宫中最不能掌握自己爱恨的人。为了朝政，为了平衡，有时候即使我再恨一个人，也要对他宠幸有加。相反，即使我再爱一个人，也只能故意远离他。后宫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朝堂呢？就像我跟翁归，虽是兄弟，可这次我也只能拒绝他戍边的请求。夫人怎么了？没什么。昆明，何事？常山西侯在御书房求见，好像是为了秋寿一事。秋寿？什么是秋寿？就是一场鸿门宴。好了，你在这儿自己转转吧。我要去办朝政了。为何老天要如此捉弄我们？在我们相爱之时，狠心拆散我们；在我们已经接受分离之时，却又将他留下。我以后该如何面对他？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该如何面对我？你曾经让我认命，我也照做了，可是命运还是把我们两个带回到这里。解忧，当你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时候，就不要多想。我只告诉你，到最后，你还属于我。你胡说什么？随身带着的，
有些东西，你这辈子都丢不掉。我现在就扔了它。你扔啊！你舍不得扔？放开我！放开我！节佑，我们都得认命。你放心，我不会造反，我会好好的辅佐昆明，在一切都属于我之前，我会好好的活着。这到底算什么？这算什么？这算是时间和真爱的竞赛吧。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跟你赌。赌？就赌这颗真心。诚邀昆迷一同到我巴尔喀什湖东部草原狩猎。一派胡言！这片草原明明是我乌孙的，什么时候成了匈奴的？他有何证据？信上单于也说了。接着念。匈奴与乌孙本就是一家。早在列焦弥被老单于收养时，老单于出于对列焦弥的疼爱，把这片草场送给了列焦弥。怎么是送啊？明明是还啊！大肉质当年强占我乌孙的时候，列焦弥尚在襁褓之中，匈奴才有机会占了这片草地。列焦弥从匈奴回来的时候，大单于明明把这片草地归还给了乌孙，这事早有定论，怎么今天又拿出来胡搅蛮缠？而且最近匈奴牧民几次入侵骚扰我乌孙牧民，戍边大将军跟我说了多少次，我一直迟迟不发兵，就是看在老单于当年收留我祖父的份上。可是他们不能这么得寸进尺。昆明请息怒，小侯也不知道信里写的竟然是这个，我只是见了单于的信使。信使呢？信使给左夫人请安后就回匈奴了，我可以马上派人把他追回来，但是单于那儿怎么交代啊？接着念。上次书信邀请昆迷没有答应，此次望昆迷不再推脱，并邀请昆迷的左右夫人同往。他是怕我把他的宝贝女儿扣起来当人质吧？昆迷，信里面说的是要左右夫人一起同行。左右夫人啊，他什么意思？不是，你看，这信中说，若是昆迷狩猎赢了，愿把草场作为礼物送给昆迷，但一定要2位夫人到场观赛，缺一不可。好，既然他不仁，我也不义。传我的令，通知大渊、燕齐、秋辞、郭沫的王军一起观赛。只要我军须弥赢得这场比赛，那么巴尔喀什湖东岸的所有草场将永世归我乌孙，与匈奴永世无关。小侯明白。老兄，不就是一块草场吗？至于你这么焦虑吗？你是不知道，这片草场是祖父最珍爱的，因为它记录着我乌孙的兴衰。当年祖父为了要回这片草场，当着老单于的面，咬下了自己的拇指，给老单于喂狼，才要回来的。没想到这回匈奴人出尔反尔，若真要被他们得逞的话，我怎么对得起祖父的英灵，又怎么对得起我乌孙的祖先呢？王兄，你就放心好了，这次狩猎有我跟你一起呢，我们兄弟2人齐心，一定能够赢得这次秋狩。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右夫人到。
解忧给昆弥和左大将军请安。免礼，来，到我身边来。文贵，坐呀。这么晚召我来，可是有急事？文贵啊，这件东西你可还记得？我当然记得。王兄，这把匕首还是小时候你送给我的，你应该比我更熟悉它。是啊。可是这东西为什么跑到解忧这儿去了呢？当时是这样，王兄，你不是让我去迎接公主吗？我刚刚救下公主，就想说把这匕首交给她，让她防身。哪知道公主她不还我了，我也不好意思问公主要。后来我仔细一想啊，这匕首本来就是王兄的。当时给了我，现在再给他的女人也是对的。以前这把匕首，王兄拿来保护我，现在拿来保护自己右夫人，这匕首啊更有意义了。我这只是算借花献佛。是这样吗？当日翁归把匕首给我的时候，情势紧急，也没有来得及告诉我这把匕首的来历。今日才知道，他带着昆弥的爱意和威严。那你就更应该保管好它。我看昆弥今晚一直心事重重的，难道都是为了这次秋狩？匈奴表面和善，虽有乌孙和亲，其实却是虎视眈眈，视乌孙为鱼肉。这次狩猎不会那么简单。当年你是怎么得到那把匕首的？你干嘛逃？有狼追我，为何不杀？我怕。你是男人，你不是有短刀吗？啊，我的刀好像丢了。男人的兵器就是他的手臂，一个失去兵器的男人，就如同失去双臂，无法保护自己；而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人，就不配活着。谢谢哥哥，不要再弄丢你的兵器了，懂吗？当年的事情，昆弥一定不会忘记。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怀疑。怀疑什么？怀疑我爱你。除非你遇到一个像你一样，需要学会保护自己的人，你也可以把这把匕首给他，让他知道遇到困难不要躲避，要学会拼杀反抗。哥哥，我不会把它弄丢了，一定不会。也许你会把它送给你喜欢的女人。我没有喜欢的女人。以后会有的，男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女人。
昆弥，哎，夫人怎么来了？啊，来坐。我给你熬了一些银耳莲子。汉人很喜欢喝莲子汤，因为清热去火。刚才我离开的时候，听穆哈兹说，你还有好多奏折没有批阅，心想，你又要秉烛夜读了，所以赶紧给你送一碗，尝尝。多谢夫人。怎么样？真好。有劳夫人费心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昆弥，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双重的身份。恕解忧直言，作为丈夫，你活得有点累了。解忧知错。解忧的意思是说，这双重身份有点意思。那此时此刻，是不是以解忧的身份来见我呢？是您的右夫人。昆弥，臣欲勿矮，群压其内，此非吉兆。生死自有天定。我们这些凡人，只要抱着敬畏之心，顺从便是。这一次，我一定要拿回先人的草场。公主，大单于飞鸽传书。昆弥，单于早已备好酒宴，恭候多时。我跟翁归去就行了，你们回大帐。走，撤，撤。
分不清主客了是吧？这是我们乌孙的草原。莫哈兹，前序，久违了，我等也在此等候多时了。小婿照顾不周，惭愧啊！你我都是一家人，就不分什么主客了。对了，那宝贝女儿呢？啊，一路车马劳顿，现在在帐内，等她梳洗好了，再让她来见你吧。好。启禀二位夫人，大单于请二位夫人到营帐休息。大单于向左夫人问好。这位是？啊，这位是我的右夫人，大汉和亲公主解忧。解忧见过大单于。我早听闻解忧公主骑射过人，今天一定要见识一下公主的英姿。单于过奖了，解忧的骑射技术，在大汉公主里还排不上名号。公主过谦了吧？父王，虎姑叩见父王。免礼免礼，爱女别来无恙啊。多亏昆明照顾。不过，一会儿我为昆明设宴接风，你和右夫人要不要为我们表演一下骑术，助助兴啊？妹妹这身行头，倒是挺惊艳的。姐姐过奖了。骑马向来都是我们匈奴女子的强项，不像汉人女子，从不出闺门。妹妹这身行头虽然可人，但是要论骑术，姐姐就不敢恭维了。哎，不过，你这话说的为时过早。解忧公主的骑射美名，你难道没听说过吗？听倒是听说过，就是没见识过。那解忧今日就献丑了。先夺得骑者赢，中途坠马者后夺得骑者输。两位夫人做好准备，比赛开始。
没想到右夫人骑术如此精湛。我早说过，右夫人善骑射嘛。汉帝能如此教育自己的公主，实属罕见，真让人钦佩。父王也是因为见识到了匈奴骑兵的强盛，才反思汉军的不足。其实解忧的骑射技术不算精湛，还有很多大汉公主比我厉害很多呢。右夫人今日让我大开眼界，说吧，要什么封赏？解忧希望以后后宫的女眷可以同来狩猎。这叫什么封赏啊？我是问你，你要什么？昆明有所不知，后宫女眷犹如笼中之鸟，虽然生活在这片草原上，却不能感受草原辽阔的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东西呢？说得好，姑答应你。谢昆明。今天我们刚到草原，一路舟车劳顿都累了，不如先回大营休息。明日狩猎大赛正式开始。走。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啊！这。有什么话你快点说，我还要回去呢。你说啊！说话！到底怎么了？你就那么想得到昆明的信任和宠爱吗？你什么意思？你不顾一切的去抢夺红旗，就是为了赢得比赛？赢有错吗？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从马上摔下来，什么后果？我不会的，我有把握。你有什么把握？以前在戏班子的时候，所有马背上的杂耍我都练过。这是杂耍吗？总之我有把握。愚蠢！你一味的想赢，想要昆明赢得比赛，你甚至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我就是为了昆明比赛，我要让他知道，我不比胡姑差。你这么做跟后宫那些争宠的女人有什么区别？有区别，不单单是为了争宠，我还要让单于知道，我大汉公主在不擅长的地方，也不输给匈奴人。我做错了吗？我不许你为别的男人赢。我不许你再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你别走，等着我！喂，你等一下我！喂，喂！
解忧，你去哪儿了？晚宴就要开始了，我到处找你呢。我带西极马去喝水了。哎，这不是温归殿下的马吗？父王，您真的要？怎么？你怕了？没有，虎姑只是觉得你是真的爱上他了。父王，我没有。哼，织女莫若父。虎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您要在这个时候杀昆弥呢？因为他越来越不听话。可是杀了昆弥，温归就会接过乌孙大旗，这样一来，岂不是更不利于匈奴在西域的地位？我不会让温归称王的。杀了军须弥，下一个就是温归。那杀了温归，我们就能收复乌孙吗？不，我会让你的儿子成为乌孙的昆弥。我的儿子？可是我还没有。你现在没有，不代表真的没有。父王的意思是，杀了昆弥，然后让我谎称腹中怀有王子。不愧是我的爱女。父王，此事太过冒险，那万一……没有万一，我要你有，你就会有。放心吧，父王一定会把你嫁给一个真正配得上你的人。谢父王。好了，不要在这儿待得太久。军须弥可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解忧给昆弥请安。免礼，来坐吧。谢昆弥。上次夫人为姑研墨甚好，这次叫你来，也是想让你为姑研墨。解忧不甚荣幸。昆弥，想不到在这里，你还有这样的雅致。练字可以静心，静心方能思辨，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夫人，今天的骑术表演，确实给姑长了不少颜面呢。昆弥过奖了，这都是解忧应该做的。这草原呢，不比在城中，多有野兽出没，你可要多加小心呢。解忧明白。禀昆弥，左夫人求见。他来干什么？让他进来吧。喂。虎姑叩见昆弥。夫人找姑有何事？今日赛马，虎姑过于尽兴，差点伤了妹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特来请罪。姐姐不必自责，赛马就是游戏，今天的事儿我会忘了的。右夫人都这么说了，你就不必在意了。起来吧。不，虎姑立了坏样，怕后宫有样学样，请昆弥重罚。既然如此，妹妹也只能有样学样了。哎，
左夫人，你能够如此自律，孤十分欣赏。出来狩猎原本就是为了高兴，在这么高兴的日子里，孤怎么会责罚夫人你呢？来，都别跪着了，起来吧，啊，起来。谢坤弥。左夫人，你来为孤添香。右夫人，请继续研墨。是。殿下，阿彩。殿下。啊，怎么？你的马我帮你收好了。啊，多谢。殿下，你的马怎么是我们家公主骑回来的？啊？是吗？我说这畜生自己跑哪儿去了呢？我正找他呢。好。右夫人，你来射一只试试。好。昆弥他力大无比，他的弓当然是简，只怕是不适合右夫人的手力吧。对呀，孤突然想起来了，昨天孤让右夫人研墨至深夜，今天手腕肯定是酸痛无力。夫人，莫怪孤啊，我看你累了，还是回帐内休息吧。解忧不累。既然右夫人不能陪同我们一块儿狩猎，那就请右夫人在原地休息，等候我们比赛的好消息吧。我说陈鱼啊，你让我的右夫人在这太阳底下暴晒，孤可要心疼啊。单于也是一番好意，不过解忧并不讲任何人看不起无孙的右夫人。右夫人果然是女中豪杰，不过我倒想看看右夫人是如何协助昆弥争得荣耀的。不过，我现在还想看看昆弥精湛的射术。那可要令大单于失望了。父王说过，真正继承他剑术的，并非是孤，而是翁归。哦，翁归将军，我早听闻翁归将军一箭双雕，怎么样？今日让大家见识一下，给我们露一手吧。好，那翁归便恭敬，不如从命。好一个一箭双雕！好一个一箭双雕！不愧是第一战将。启禀单于，翁归殿下之箭射中白兔，箭头贯穿双眼，皮毛毫发无损。看来，翁归将军的病已经痊愈了。这身皮肉历经了不知多少九死一生，这点小伤自然无伤大碍。
文贵还能带兵打仗，真不愧是乌孙杀将，佩服。过奖。单于，雕虫小技你也看够了。我们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现在。那好，我丑话可说在前头。我要是赢了，这片草场就永远属于乌孙，不得反悔。昆明真是谨小慎微，难道不相信你岳父之言？那好，一言为定，请各国君主为乌孙作证。狩猎开始。回禀昆明，昆明捕获黄羊1只，兔子1只，温贵殿下捕获兔子2只，山鸡1只，左夫人捕获兔子1只。没了，没了。大单于果然狡诈，分给我们的猎场猎物这么少。现在快要到中午了，看来今天我们是要输了。若不是昨晚昆明罚我研墨，也不至于今天手臂无力，颗粒无收。你说什么？昆明，你看前面有片树林，里面应该有猎物。好，姑就听左夫人的，去试试运气。王兄，前方林子太密，地势不熟，我担心会不安全。对，温贵殿下说的对。可是这次狩猎又关系着乌孙一大片土地，不去也不行，所以大家都应该注意安全。解忧说的没错，但是这场狩猎的输赢，关系到乌孙和匈奴角力的关键，咱们不能前怕了后怕后。你说的？小心为妙吧。是的。昆明，温贵殿下说的有道理。你今天怎么了？反反复复的，是不是害怕了？害怕就留下。木哈兹、常武烈，所有人都留下。喂，解忧，你怕吗？那好，你跟温贵一块儿来。王兄当心一下，感觉不太对。小心！解忧，解忧！解忧！
小心，此刻啊！解忧，解忧，解忧！保护你！哎，王兄，快来吧，这是毒箭。不行，这事得由我来。夫人为我挡箭，我得帮她救治，而且只有我方便。昆明，妹妹怎么了？小人失手，罪该万死。为何失手？乌孙右夫人为他挡箭。右夫人，请杀人恕罪，以保全家性命。杀了他全家。喂。太医，我们公主伤势如何？哎呀，幸好这箭头只是擦过肩膀，伤口不深，这毒液还没有渗入血液，因此也并无大碍，休养2日便好。真是万幸，多谢太医。哎呀，要谢就谢昆弥吧，若不是昆弥及时处理伤口，这右夫人就算中箭不深，她也会中毒的。辛苦太医了，这就派人随您去取药。好。贤婿，战果如何呀？要不是有人把我当成了猎物，耽搁了时间，兴许我还能多猎一些野味。哦，居然有人敢把乌孙的昆弥当成猎物，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幸亏有右夫人替我挡了一箭，所以我才能安然无恙。是吗？我光顾着狩猎，却错过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精彩故事。错过这个不要紧，只要不错过这狩猎大赛结果揭晓就行。昆弥今日一定鸿运高照，来，我们清点一下猎物吧。请。回禀昆弥，匈奴单于共狩猎获得6样：21只雀、8只鹰、13只野兔、6头羚羊、6头鹿、1匹狼，共55只。回禀单于，乌孙昆弥共狩猎5样：7只雀、5只鹰、19只野兔、19头鹿、6匹狼，共56只。各位西域君主，你们刚刚都听见了，今日是我乌孙险胜匈奴。匈奴大单于之前有言在先，只要我军须弥赢了这场狩猎，他就将各位脚下的这片草原归还给乌孙，永世与匈奴无关。敬昆弥，敬昆弥，干了！你们先喝，啊！我去看看右夫人。好，到这儿，马上，来。昆
昆明，哎，快躺下。阿彩拜见昆明。啊，起来吧。你怎么样？太医说我就是一些皮外伤，还说幸好有昆明帮我吸取身体里的毒液，不然现在不知道伤得有多严重呢。哎，你别这么说。夫人用身体替我挡箭，我做这些算不了什么。早知道这是场鸿门宴，就不该带你来。其实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左夫人和大单于不会瞧不起我们大汉的公主。早知道他会动手，没想到他会在这个狩猎大赛向我下手。都是我不好，连累了夫人。我想，这也许就是天意吧。天意？嗯，对，这就是天意。夫人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礼物？细菌死后第7天，孤做了一个梦，梦里天神又赐给了我一个和亲公主，所以梦醒之后，我就派翁归前去大汉提亲。那这个和亲公主跟细菌公主一样好吗？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你也知道，细菌在我心里是何其的重要，但是现在姑觉得你也很重要。好好休息，姑明天再来看你。昆明，恭喜昆明夺回草场。夺回草场固然重要，可在姑心里最重要的是你能安然无恙。公主，刚刚单于的亲卫塞给我的，没人看见吧？没有。防佑，防佑，公主什么意思啊？父王让我防着解忧，那单于暂时不会再杀昆明了吧？找死啊你！夫人恕罪。父王他们都走了吧？篝火晚宴前就走了。父王要做的事情，不会轻易放弃。我担心他还是会对昆明下手。那单于这么做，岂不是让夫人两难？我会想办法再劝劝父王。毕竟乌孙不能没有昆明，昆明也是我值得爱的男人。我不能让父王伤他厚礼。夫人，你对昆明真是一片真心啊！真心又有何用？解忧救了昆明，昆明视他为掌上明珠。原本想让他在狩猎中出丑，反倒让他得了仙气。她一个汉人，嫁到草原不过半载，就得了昆明的信任，还真是不简单呢。所以公主万万不可轻敌呀！每个人都有他的软肋，只要我们找到解忧的软肋，事情就好办了。公主，
我看解忧的软肋就是他身边那个傻丫头阿彩。阿彩，左夫人饶命！你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儿？公主饶命！这不怪你，别怕，起来吧。你去给昆明送汤吧。是，夫人。你叫什么名字啊？奴婢阿彩。阿彩，别怕，来，跟我去帐里伺候我换衣裳吧。走啊！是。阿彩，你今年多大了？阿彩今年刚满20，都20了，那也不小了。在匈奴13、14岁就该谈婚论嫁了。怪不得你们家公主昨儿还给昆弥说，让昆弥在乌孙的士兵里给你挑个夫婿呢。什么？你不知道吗？我还以为是你求着你们公主给昆弥说的呢。阿彩从来都没有说过。反正你们家公主提了，昆弥也答应了，这是好事儿。乌孙的士兵豪放粗犷，尤其是那些常年戍守在边关的男人。那些男人多年不见女人，一见着女人就跟饿狼似的，可火辣了。如果你真能嫁给乌孙的士兵，那才是福气呢。打水怎么打了那么久啊？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生病了？你还是别替我操心了。我可以进来吗？翁归殿下，请他进来吧。翁归殿下，你先出去，我有事情要跟右夫人说。喂。我不是来向你道谢的，虽然你当时以性命相救，可是万一你没那么幸运，如果那箭射中你心脏是什么后果，你有没有想过？大不了一死。死？这么沉重的字，为何说得如此轻松？为我心爱的人去死，怎么会轻呢？那看来，你确实是深爱着这个人啊。对呀，他是我的夫君，我不爱他，我爱谁啊？你确定那一箭是为他挡的吗？对呀。何必自欺欺人呢？我来是要告诉你，我不许你以后这么做。你要再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我可对你不客气。知道了。疼不疼？疼，疼得吃不下饭，疼得睡不着觉，疼得不想活了。
右夫人，你的伤真的好了吗？昆明若是不信，一会儿看我打下那猎物便知。好，哎，不如我们来场比赛如何？我跟温归一组，你跟左夫人一组。妹妹伤刚好，怎么能跟我比赛呢？我要和昆明比赛。哼，你可别小看她，上次骑术比赛你不是一样输给人家了吗？好了，就按我说的做，啊，撤，撤。怎么样？今天有把握赢我吗？我见到猎物就打，没顾上数数，我可不知道。咱们就清点一下数量。回禀温归将军，昆弥一共狩猎了6样：5只野兔、5只鹰、7只雀、8只乌鸦、3头羚羊、1头鹿，共29只。温归将军一共狩猎了6样：9只野兔、8只鹰、2只雀、5头羚羊、4头鹿、1匹狼，共29只。这数量虽然一样，但听上去还是你小子略胜一筹啊。现在离日落还有挺长的时间，我看啊，要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输赢呢。我看这草场猎物几乎都被我们射完了，今天很难分出胜负了。看来是天神注定，让我们今天一较高下。右夫人，刚才这兔，算你的还是算我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解忧都是昆弥的，何况一只死兔？那今日右夫人战果如何？昆弥故意气我吗？想想便知。夫人莫气恼，狩猎本来就是为了开心。这兔子，算你的。谢昆弥。昆弥刚刚那一剑真是让胡姑开眼了。虽然匈奴人都善骑射，但却没有一人能比得上昆弥。左夫人夸奖了。左夫人今天战果颇硕吧？匈奴女子本就善骑射，车不足为奇。刚刚我还射杀了2只野鹿，已经让侍卫带回营地了。今晚就用我的猎物给昆弥下酒吧。好，按你说的办。妹妹的猎物也拿回营地了。啊，解忧的伤势刚好，肯定不如你。昆弥又帮妹妹说话了。昆弥不是帮我说话，他知道汉人性善，不善杀生。不杀生，为何还要射杀野鹿？因为野鹿与解忧有不共戴天之仇。妹妹倒是说说，你跟野鹿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小时候淘气，偷偷跑到父王围场，结果被一只突然闯入的野鹿撞倒，险些丧命，所以解忧
一直记恨到今天。解忧虽然性善，绝不主动侵害他人，伤及无辜，但如果被他人他物所伤，即使追到天涯海角，这仇是一定会报的。妹妹这故事真有趣。这不是故事，是亲身经历。今日狩猎，左夫人险胜，来，我们一起敬一下左夫人。左夫人要何赏赐？既然昆明要赏赐胡姑，胡姑就斗胆直言了。今日有幸目睹昆明和温归狩猎，让人叫绝。我作为嫂子一时高兴，想借君臣同欢的喜庆，替温归说亲。哦，夫人这么说，是心里早有人选了吗？知我者，昆明也。哈，多谢左夫人的美意。温归可是受宠若惊啊。可是这娶亲之事吧，哎，你还是先让你嫂子说完再说。也好，先说说是谁。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觉得右夫人的贴身侍女阿彩是个好姑娘，人长得精致，性格又温和。温归清汉，自然会喜欢大汉女子。虽然大汉女子骑射不及我匈奴，但柔情似水，持家侍夫，还是丝毫不差胡人。我觉得阿彩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温归，你说你一日不娶，就要拖累你的嫂子。你看这次你生病，把你解忧嫂子累成什么样了？是吗？若是有妻侍奉，哪还会需要嫂子照顾啊？姐姐所言极是。温归，你也老大不小了，是该娶妻成家了。你看，把左夫人给急的。哼，只是阿彩虽然是我的贴身侍女，可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作为姐姐呢，她的婚姻大事我自然不会贸然干涉，所以还是要听听阿彩自己的意见，是吧？那倒是。那阿彩，你意下如何？阿彩，你自己说说吧。阿彩谢左夫人美意，只是阿彩还得听从右夫人安排。你们这一会儿左夫人安排，一会儿右夫人安排，娶妻的是我，难道不应该听我的吗？不过左夫人倒是了解我，文归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女人，可我最怕的也是女人。你说这女人啊，结婚之前都甜美可人，婚后马上就变得酸苦吓人。所以这娶妻之事，还是日后再说吧，左夫人啊。温归这话说的，难不成我和解忧都是母虎不成？哎，我可没这意思，我可不敢。说实话，平时我倒是特别羡慕王兄，左拥右抱的。哎呦，可是你们说我这人平时信马由缰，自由自在惯了，要娶个妻子把我约束了，我难受。我这不还没玩够吗？阿彩姑娘要是愿意等我，再多等我玩几年，我老了之后就娶你啊！温归啊，我看这话说的是口是心非啊！你现在心里一定想那个姑娘叫什么来着？塔娜，那姑娘是叫塔娜吧？对，塔娜。哎呀，王兄，你别老揭穿我嘛！来，你小子，让你浪子回头也难，还是在你的温柔乡里多待几天吧。哎，多谢王兄体恤。
既然温归不愿谈论婚事，那就当我没说。可是昆弥的赏我还没有讨到呢。那夫人就另选吧。那我就要昆弥和温归的见识留念。你只要见识。这回温归不会再拒绝我了吧？哎呀，只要左夫人不逼着我娶亲，你要是什么都行。那好，就这么定了。这个狐姑，下午狩猎输他一程，晚膳居然还要摆我一道，这到底是恨我还是……阿彩，今天对不住你了，没想到狐姑居然拿你开涮，太气人了。下次我绝对不会让他再这么欺负你的。今天的事情我根本没往心里去，不过你听狐姑说要把我许配给温归将军的时候，好像很不乐意的样子。你真的相信狐姑会把你赐给温归将军？他表面是在说婚事，实际上句句都在给我下刀。你太自作多情了吧？狐姑除了说你照顾温归将军操劳以外，也没说其他什么呀。阿彩，如果你真的可以嫁给温归，你觉得你会幸福吗？如果可以给你幸福，那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亲自为你操办，而不是狐姑吧？我们俩以前跟着戏班子游走江湖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心叵测吗？解忧，我希望温归将军幸福。大单于息怒，这机会有的是。小小的闭嘴！小小的乌孙，如今有了这个刘解忧，就不同以往了。我不会放过这个女人的。阿彩，古瑞亚，找我有事吗？这是我家公主的一点心意，叫你收下。这是我家公主特意向昆弥讨要的温归将军的剑矢。这个我怎么好意思说啊？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我们家公主啊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的。那你替我好好谢谢左夫人。好，那我先回去了。这个笨丫头这么容易就上钩了。公主，下面准备怎么办？等着看好戏呗。我这可都是上等货。看看啊，便宜便宜了啊！哎，小姐，你不能这么烦呐，你这样我生意都没法做了。哎呀，你别催我，我就快选好了。哎呀，行，你选。哎，你看看这个，您抱好。要我帮忙吗？冯姐姐，快帮我选块丝绸吧，我不知道选哪块好。这些是南充产的，这些是盛泽产的，都是上好的料子。你看，我没蒙你吧？我这里的料子都是上好的丝绸。哎，但是这些是南充产的，应该是3年前的陈货了吧？都走私了。拿这块吧，给我包起来。哎，好。他刚刚一个劲儿地说这些好，真是无商不济。我也是汉商啊。我也来一块。你也买丝绸啊？对啊，佑夫人生日快到了，我想送她一个礼物。
只不过怎么了？我想在上面写点字，可是我不识字。你不认识汉字啊？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真的吗？要不我帮你写？好啊，谢谢。不客气。这里就是我的房间啦，冯姐姐，坐这儿吧。对了，姐姐想在绸缎上写什么字啊？我也没什么文化，不知道什么字写上去比较大气。大气一点的，我想想啊，大气一点的，要不写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吧？好啊，就它了。可是《上林赋》长得很，这块丝绸怕是小了一点儿。不怕，字写小一点不就行了吗？小一点的可就不大气了。没关系的，尽管写。没事儿，那我就写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没想到你们家还挺阔气的。冯姐姐要是愿意的话，我找人带你去院子里看看。好啊，来人，小姐有何吩咐？你带冯姐姐到院子里转转吧。喂，冯姑娘，请跟我来。好的。哇，这谁的卧房啊？是我家老爷的。哦，够气派。冯姑娘这边请。哦，好。哎，人呢？姑娘。冯姑娘，姑娘，冯姑娘，什么人？什么人？站住！站住！抓住他！别跑！什么？这一定是一场误会。我家护卫个个都凶神恶煞，有时候连我都会被误伤了。没想到冯姐姐在院子里散步时和侍女走失，被护卫误以为是外人闯入，所以才对冯姐姐动手。可惜我当时不在，害冯姐姐受了伤。等她明天回来，我一定向她当面致歉。啊，好，我知道了。天色不早了，那我回去了，不然我哥一定会扒了我的皮。那怀大哥，我明天当面致歉。小姐请回。啊，对了，这个是冯姐姐的，请你帮我转交给她。这是你写的？嗯。是冯辽让你写的？嗯。他让你写这个做什么呀？他眼神不太好，写不来这蝇头小楷，就由我代劳了。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是我要帮他写的。哦。那怀大哥，我先告辞了。你这一天去哪儿野了？哥哥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了？公
主不在，你是不是闲得无聊，没事找事儿啊？窝你话呢？去哪儿？管不着。